日降临，全球冰封，各种生物大面积的灭绝，就连人类也在这场灾难当中死掉了95%以上。现在是末日降临1个月前，我居然重生了，并且拥有了特殊能力。怎么回事？我不是被那些禽兽邻居们给杀死了吗？回过神之后，开始打量周围的一切。这个地方他并不陌生，是他自己的房子。打开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上面显示着时间11月12日，距离末日来临还有整整1个月。看样子我是重生了。他心念一动，意识瞬间就进入了那道白光当中。结果进去一看，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储物空间。这是异空间，看来我重生之后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能力，有了这个巨大的储物空间，在末日存放物资就方便多了。他的意识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开始尝试着把家里面的东西往空间当中放。我操！不过单单是这个可以收纳物体的巨大空间，就可以让我存放海量的资源了。全球冰封即将降临第2天，我推来了一大车的物资来到了小区。一路上，许多邻居都看到了这一幕，都不禁议论了起来。13啊，你怎么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是不是仓库里面处理的？这么多你也用不完，要不然给邻居们分点。他说话的时候，他那个孙子小虎已经爬上一辆手推车，伸手就掏出一盒巧克力。别看他人小，但是眼睛歹毒得很。那一盒进口巧克力超市里卖200多。13二话不说，劈手就把东西抢了回来。不好意思啊，这些东西我自己留着吃呢。你怎么这么小气，连小孩子的东西都抢？你这个坏蛋，快把巧克力还给我，要不然我打死你！呀呵！再说一句我扇你的嘴！熊孩子被13吓住了，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坐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你多大个人了，怎么还跟小孩子计较？不就是一盒巧克力吗？送给孩子吃怎么了？当谁想占你便宜似的？我说了，这是我自己吃的，想吃自己去超市买去。全球冰封即将降临第3天，我贷款1000万打造一个超级庇护所，在庇护所四周安装了坚不可摧的护栏，还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以及未来几十年可用的所有药物。然后我打开异空间，查看扔进里面的物资的变化，放了1个晚上的肉类和水果、蔬菜，竟然丝毫没有变化。我的异空间是独立于这个世界之外的，或许时间变化的规则也有不同，有可能是时间流速更慢，甚至是静止的，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这样一来，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往里面放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不过，当13查看放进去的几条鱼时，却发现它们都死了。死了之后栩栩如生，也并没有出现变质。活物无法放进去，或者说放进去之后也不能长时间生存。看样子我自己住进去的想法不太实际了。全球冰封即将降临第4天，我打算预定500桌饭菜储存到自己的空间，然后向酒店打去了电话。您好，这里是鸿福大酒店，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我家里面要邀请客人，大摆3天3夜的流水席，所以需要预定500桌饭菜。请您稍等，我去请示一下我们经理。先生您好，我是鸿福大酒店的经理陈定方，不知道您如何称呼？我叫13，我要订500桌酒席的事情，你们这边有问题吗？13先生，500桌酒席可得上百万，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会马上为您准备，不过需要您提前打20万定金过来。这个没问题，等下把你们账号发过来，我给你们转账。13先生，您订购的500桌酒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请问你现在方便接收吗？你们送过来就行了。这500桌酒席足够我吃上2、3年了。于是他又给天海市的几大菜馆都下了单子，让他们给自己各送100桌过来，8大菜系包括西餐，足足订购了几千桌。这一下子算是把自己半辈子的伙食全都给包圆了。不久之后，鸿福天下大酒店的餐车就来到了岳麓小区的门口，浩浩荡荡20-30辆车子，把路都给围堵得水泄不通，这可让小区的邻居们都看得傻了眼。你们是干什么的？酒店经理说明了情况，不过保安大叔还是坚持要让业主过来才能给开门。大叔，这些是给我送餐的，让他们进来吧。送餐的？你吃的什么东西？要几10辆车来送？哎呦我去！好家伙，这最起码得有几百桌吧？他打算往哪放啊？难不成13家里面有什么事要摆酒席？他会不会是要结婚了？但是几百桌也太吓人了吧！你看清楚了，那可是鸿福天下5星级大酒店，在那里订了几百桌，少说也得100来万。我的妈呀，一顿酒席就能花上100来万，13真是深藏不露。以前只知道他们家底子不错，现在看来怕是个大富豪啊！路边的拜金女前女友方雨晴看到这一幕，更是惊呆了，坚定了自己拿下13的决心。她主动朝着13走了过去。13，家里面最近在忙什么啊？买了那么多东西。我这些东西都是帮我老板买的。哎，我要是真的这么有钱就好了哦。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我怎么会骗你呢？我们都认识好几年了，我们家啥情况你也不是不了解。我爸妈都过世了，自己只是仓库一个主管，哪有什么钱啊？不管你是不是富二代，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吗？我可不是一个拜金的女人。全球冰封末日降临，重生后我贷款1000万打造一个超级庇护所，在庇护所四周安装了坚不可摧的护栏，还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以及未来几十年可用的所有药物，把500桌用餐和打包食物全部储存到了自己的异空间世界。13思索了一番之后，他才想到自己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命之源。我去，怎么连水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忘了呢？到时候外面普遍都是零下60-70度，而且出门就意味着可能会有危险。13想了想之后，他直接通过外卖平台下单，购买了100个巨大的储水桶，足够自己使用好几年的了。几个小时之后，外卖小哥就给13送上了门。看到又是13买了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周围的邻居们全都在议论纷纷。这个13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就是啊，天天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前几天他们家装修，我看到不少人抬着起码10几厘米厚的钢板。可能是脑子坏了，学人家电影里面搞什么安全屋呢？我也在国外的视频里面看到过一些有钱人闲得无聊搞那种东西，这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吗？是啊，现在又买了那么多水桶，他该不会以为天海市将来会缺水吧？估计脑子有毛病。现在你们就笑话老子吧，等到寒冰末日来临的那一天，你们就会明白自己现在有多愚蠢了。13啊，你买那么多水桶到底是干啥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和我说，我给你搭把手。保安大叔是退伍兵，无儿无女，在小区当了10几年保安，一直尽职尽责。前世的时候，他为了帮助一对即将饿死的母女，把自己最后的粮食捐献了出去，自己活活饿死。保安大叔人也不错，我还是给他提个醒吧。保安大叔，今年气温有些反常，我有内部消息，这个冬天很不好过，为了以防万一，你最好也多囤点吃的喝的，免得到时候物资涨价。13，真的假的？消息靠谱不？你看看，我都准备了这么多东西了，你可以囤点泡面和矿泉水，这些东西也不怕买得多。不过一旁的汤大爷闻言，却走过来对13说道：13啊，你可千万别到处说这种话，现在我们的社会安定祥和，怎么会缺少物资呢？说这种话，小心被人举报你造谣，到时候可是会被请喝茶的。我能提醒的已经提醒完了，信不信就是你们的事情了。回家之后，13把100桶水桶装满，全部储存到了异空间。就这样，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很快就过去了20多天，距离末日来临不远了。他决定对沃尔玛的那座巨型仓库下手，只要拿下这座仓库，他就可以获得自己10辈子都使用不完的海量物资。13决定采用最为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是在值班人员喝的茶水当中加入安眠药。由于这些人都是13的老熟人，所以13很轻易的就得手了。等到药效发作之后，他们沉沉睡去。做完这一切之后，13来到了沃尔玛超市仓库，这里存放着上1吨的矿泉水、饮料、酒水，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股脑的全都装进了自己的仓库之中。就这样，很快把整个沃尔玛超市仓库搬空了。主管，大事不好了，出大事了，快醒醒！怎么了？什么事慌慌张张的？见鬼了，我们的仓库竟然被人给搬空了。13他装作作样的来到仓库，理所当然的看到了空空如也的场面。我靠，牛逼！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仓库里那么多物资全都不见了？是啊，这仓库里面的物资起码价值上百亿，就算是用大卡车来了，也得好几天才能拉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全都没了？对于刚刚睡觉的事情，他们却是闭口不提，毕竟大家值夜班，晚上偷个懒睡会儿觉是常有的事情。这件事情太离奇了，咱们解决不了，还是打电话通知上面的人吧。大家伙虽然心里面很紧张，却也没有太过害怕，因为事情闹得大了，他们反而没有多大的责任。大家伙纷纷点头同意下来。13立刻打电话给仓库的经理，通知这件事情。经理听到消息之后，整个人都吓傻了，甚至还以为13是在同他开玩笑，而他还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价值上百亿的物资全都进入了他的异空间之内。终于12月12日这一天还是到来了。仅仅几分钟之后，外面的天空竟然开始飘起了密密麻麻的雪花。一开始雪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但是不到2分钟之后，就开始变成了鹅毛大雪。窗外的风开始呼啸了起来，屋外的雪仿佛就在一瞬之间变得恐怖了起来。整座城市的上空突如其来的出现了漫天的大雪。13看了一眼室内温度，已经达到了32.6度。再看一眼外面，铺天盖地的雪花已经将整座城市都给淹没。13的心中安稳了不少。
就在这个时候，13的拜金女前女友方雨晴打来了电话。我们都分手了，还打我电话干嘛？13，今天外面好冷啊，你之前囤物资是不是提前知道会大降温？我也是听朋友随口提到的，不过没想到降温降得这么厉害。怪不得你囤了那么多东西。13，你也真是的，这种事情都不提前跟我说一下，害得我被冻到了。还有什么事吗？没事我就挂电话了。别啊，13，外面好大的雪，我没有办法出去。你不是买了很多吃的吗？能不能先借我一些？等到雪灾过去了，我会还你的。前世我就是被这个白莲花迷惑，把家里的吃的给了他很多，到了最后，他竟然把我害死了，还要挖掉我的肋骨熬汤哈！这样的女人，我现在只想好好的戏弄她，然后看着她如何凄惨的死去。你早说呀，我家里囤的东西都吃的差不多了。你瞧，今天早上刚煎的牛排。13说完之后，还对着桌上的牛排、红酒来了一张自拍，发给了他看。真好啊，人家也想吃牛排，喝红酒呢。他觉得自己的暗示已经非常明显了，按照13以前的性格，此时肯定会主动给他送来牛排跟红酒。还拿我当过去的舔狗呢，想吃就去超市买。哼，13，你真不是个男人，给你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知道过来表现一下。全球冰封末日降临，重生后我贷款1000万打造一个超级庇护所，还把100亿物资的沃尔玛超市仓库搬空了。此时菜市场的菜价疯狂涨价，一颗白菜买到了100块的价格。此时的小区居委会林大妈已经把业主召集了起来，严肃地说道：大家不要着急，不过是突然的降温而已，最多2-3天就过去了，千万不要去哄抢物资，要相信我们的官方，我们居委会也会帮大家想办法度过这场雪灾，请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不要给官方惹麻烦。这么大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我们现在出门都麻烦，家里面不囤点物资能行吗？就是啊，要不然出门去买点菜回来吧，这几天菜价又要涨疯了，你看现在白菜都100块钱一颗了。你们这是在干嘛？这不是在给我们添乱吗？现在的白菜都100块一颗了，哄抢物资只会导致物价变贵，到时候大家都要吃高价菜，谁要是敢去囤积物资被我发现的话，别怪我向上面举报他扰乱民心。我操！这居委会林大妈也真是的，不让我们去囤物资，要我们在这里白白等死吗？13啊，之前你就在家里面囤了不少东西，现在雪灾严重，你更不能当这个反面教材。这几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要是再让我发现你出去买东西，可别怪林大妈不讲情面。哟呵，林大妈，这场雪灾会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万一时间很长，到时候大家没有吃的，你可以负这个责任吗？是啊，你不让我们囤物资，到时候缺吃少喝算谁的？你能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林大妈见到众人都站出来反驳她，此时内心慌的一批，同时她心里面更加痛恨13了，竟然在业主面前公然反驳她，这不是不给她面子吗？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们居委会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物资是不会缺少的，雪灾也会很快的过去。还有你13，不要在这种时候煽动人心，你这样可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哎呦喂，这么大一顶高帽子我可是戴不起。放心好了，外面那么冷，叫我出去我都不出去，你们随意。这个13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回头想个办法，找个机会搞他一下。林大妈是一个记仇的人，一大早就召集了一批人，一定没有什么好事。13啊，现在外面的道路都被大雪给封住了，你等下带一些人出去帮忙扫雪。一看这林大妈就没安好心，绝对是在针对我。3米深的大雪，靠人力想要扫除几乎是天方夜谭。这么冷的天气，出去一会儿就冻成冰棍了，就算扫雪也是等到雪停了再说。对啊，外面零下70多度，出去一会儿估计就得冻伤。我们这里又不是东北，压根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御寒设备，怎么出得去？你们这是什么态度？那扫雪又不是为了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吗？你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到灾难不主动出手为人民服务，都想着逃避怎么行？13，我以居委会的名义命令你，必须要出去扫雪。现在是危难时刻，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听从组织的指挥。谁要是敢带头反对我，那就是反对居委会的领导。等到雪灾结束之后，一定会被组织清算。哟呵，林大妈说的对啊，既然是为了大家，你们居委会的人应该带头出去扫雪才对。而且要说年轻力壮，咱们小区里面那么多人，你为什么只喊了我们几个？是不是觉得我们好欺负啊？那些社会人和富二代也不见你艾特一句，怎么遇到他们你就屁都不会放了？就是找的全都是老实人，怎么不去找陈正浩和徐浩那几个土豪啊？扫雪是公共服务，为了大家着想，某些人就斤斤计较那么点小事，
一点都没有奉献精神。这样的人简直就是我们小区的害群之马。你不想干就不干呗，有的是人干，大家的觉悟可比你高多了。还有，我不是对某些人搞特殊，只是没必要一个个艾特罢了。希望你们弄清楚，不要自污。哟呵，林大妈这么种啊？你那么有本事，去叫陈正豪和许浩过来扫雪呀！林大妈拿他们也没办法，她只好打了电话过去，而且还客客气气。你好，我是居委会的林大妈，希望你可以带上工具，一起出去扫雪。扫雪？扫你个头啊！是不是瞎？没看到外面还下着那么大的雪吗？脑子是不是有病？有病去医院看看去，别在这里狗叫！再打电话艾特老子，老子弄死你，信不信？那边挂断电话后，林大妈又找另一个土豪打去了电话。你好，我是居委会的林大妈，希望你可以带上工具，一起出去扫雪。老子每个月都交物业费是白交的，没有老子的钱，你们这些居委会的人都得饿死！天天拿着业主的钱作威作福，还把自己当主人了，搞笑！我能有今天，靠的是父母和家族的能量，跟你们这些穷逼能一样吗？要扫雪的赶快啊！你们还得出去挣饭钱的，扫完了雪，我才好离开这个鬼地方。林大妈的话也成了狗屁，没有人搭理了。林大妈简直气死了。不过她心里面却没有生陈正豪和许浩的气，而是生13的气，都是13这个搅屎棍坏了她的好事。非常愤怒地对13说道：13，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让大家出去扫雪，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出门？这下子好了，大家都不干了，难道我们就要一直封在家里头？哟呵！你少给我装蒜，自己欺软怕硬不是个东西，还在这里狗叫什么？被人家骂的屁都不敢放一个，到我这来找存在感了是吗？告诉你，你爷爷不是好欺负的，再给我狗叫，小心我弄死你！13把林大妈的性格拿捏得死死的，欺软怕硬的东西罢了。果然，13说出了这一番狠话之后，也让林大妈吓得胆战心惊。林大妈脑海里想到以后自己靠着居委会的身份刁难13，比如说发生活物资的时候故意拖着13，又或者有什么好的社区活动不告诉13。她脑补着13那时候悔恨的模样，甚至觉得13会过来求她。现在还是别激怒她了，等着，以后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过不好。早晚有你来求我的那一天，现在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全球冰封末日降临，城市停水停电，陷入一片黑暗当中，食物和水都在不断的变少，甚至一包方便面买到了100万的天价。而13早就提前打开了2台静音发电机，开始发电为房间功能。做完这些之后，13打开手机，已经看到小区业主群炸开了锅。你们家有电吗？我们家没电啊，而且自来水也停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家也是没水没电啊，那么冷的天气，空调彻底不能用了，也没办法用取暖器，这日子可怎么过？官方这个时候怎么不出来管一管啊？再继续这样子下去，恐怕是要冻死人的。这个时候，小区业主一个个纷纷的打语音电话，问候起来了林大妈。林大妈，之前你不是说没事的吗？我就是听信了你的话，才没有出去买物资，现在怎么解决？上面到底什么时候过来救我们？你说句话啊！林大妈面对邻居们的质问，心里面也是一片焦急与恐慌。此时她的内心比邻居们更加的害怕，业主们还不清楚上面要怎么救他们。可是林大妈通过居委会已经接到电话，提前得到了一些消息。林大妈，现在全世界都在下暴雪，据说是数十万年难得一遇的雪灾，可能我们迎来了又一场生物大灭绝，也就是末世。官方虽然在尽力支撑，但是我国10几亿人口根本不可能顾得过来，国内几大重点城市都已经沦陷了。接下来想要活着，咱们只能靠自己，一定要多囤物资，尤其是食物和取暖的能源。林大妈听到领导说的话后被吓得不轻，也不知如何向各位业主如何交代。这个时候，林大妈的孙子小虎问道：奶奶，外面怎么那么冷啊？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小虎，没事的，再过一阵子爸爸和妈妈就会回来。林大妈安慰了一番小虎之后，拿起手机开始在业主群里面发话，只不过都是林大妈忽悠小区业主的理由罢了。各位，灾难只是暂时的，外面天气太过寒冷，断水和断电并不奇怪，放心，已经有工作人员在进行抢修了，官方已经下达了通知，在这种非常时候，所以从现在开始，居委会将会收集每一家每一户手头的物资，然后进行统一分配。13拿着手机，好整以暇地看着手机里林大妈的消息。上一世，林大妈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方式，从别人手里骗走了不少物资，我就等着你们狗咬狗吧。我曾经就亲眼看见一个女人为了一包泡面，亲手把自己的丈夫给砸死了。林大妈开始挨家挨户的收集物资，总会有一些胆小的，因为畏惧而听从林大妈的话，把物资给了她。终于有一些人被逼急了，开始问候起来林大妈。
林大妈现在大雪封门，根本没办法出去，各家各户的东西自己都不够吃，你还要收集起来统一分配，这像话吗？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有点吃的不容易，你还要没收，这就过分了吧？我说过了，现在是非常时刻，当然要用非常的手段，雪灾很快就会过去的，你们不用担心，只是让大家把物资重新分配一下而已。这种时候，许多人家都没有吃的，你们就那么自私吗？也不为自己的邻居们多想想。有些人家里面囤了物资，那就自然有些人家里缺少物资，所以家里缺少物资的人自然就站出来支持林大妈。就是啊，大家都是邻居，这种时候互相帮助一下怎么了？不就是一些吃的喝的吗？平日里大家又不是买不起，也就是这2天情况特殊罢了。林大妈见这边的物资要不到，转头打电话找起了13啊，你在仓库那边工作，平日里家里肯定放着不少吃的喝的对吧？我还记得上次你可是买了一大车的东西呢，现在大家遇到了麻烦，到了你发挥精神的时候了，你放心，等到雪灾一过去，我们肯定会还给你，大家还会念你的好。上一世他错估了雪灾的严重程度，我想着能够卖给邻居们一个大人情，所以就把自己囤积的物资拿出去了一些。可是结果呢，他非但没有感激我，反而是让人以为我家中还有大量的物资，被他们破门杀死，让人当做了口粮。可以说自己上一世的死，这个姓林的老女人也脱不了干系。那可太好了，我们家东西也吃完了。林大妈，你到时候收集到了物资，麻烦也分我一点。我靠，牛逼！你骗谁呢？你们家里肯定囤了不少东西，在仓库干了那么多年，我就不信你手脚干净。听话，这是上面的意思，把家里的东西都给大妈送过来，起个带头作用。真没骗你，我家里啥都吃完了，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林大妈，你送我几包泡面吧。作为居委会的成员，你得起带头作用，发挥下精神啊。13，跟你好好说话，不行了是吧？你以为我是以个人的名义在和你说话吗？我是在代表组织，你拒不交出手里的物资，就是和组织对抗，回头我一定会处理你。还代表组织，你真拿着鸡毛当令箭啊！不过就是一个居委会的干事，别说公务员了，你连个事业编都不是，平日里哄哄那些老头老太太也就得了，还在这里跟我装大半蒜，你有本事随便使，我在家里等着你。全球冰封末日降临，食物和水在一天天不断变少，甚至有一些人为了一口吃的出卖自己的身体，更是有人花1000万买一块面包。食物变得非常稀缺，开始大打出手，抢起了物资。老东西，让你哄骗邻居们的物资，老子今天要替天行道！林大妈被打得倒在地上，脑袋发晕，半天说不出话来。给我搜，这屋子所有吃的喝的咱们都拿走，这都是邻居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可不能便宜了他。很快的就从林大妈家里翻找出来一大堆的泡面、面包和饼干、矿泉水。你们不能把东西都拿走，那还有我们家自己囤的东西，你们都拿走了，我和我孙子还怎么活？关老子屁事，给我滚！这个时候，林大妈的孙子拿出一把水果刀，对着他们生气的说道：你们这群狗日的，都给我滚出去，不然我就弄死你们！哟呵，小屁孩，哪凉快哪待着去！熊孩子气得不行，一跃而起，把水果刀扎到了小卡拉米的屁股上。老五，什么时候练得这么好的腿功啊？竟然把那个小兔崽子给踹飞了，厉害厉害！小卡拉米拔下屁股上的刀子，洋洋得意地说道：帅不帅？真该让你们把刚才那一幕给拍下来。林大妈自己身上有伤，本来想躺在地上装死，可是看到疼爱的孙子被人踹得那么重，绝望地痛呼了一声：小虎，我的孙子！这就是你哄骗邻居们的代价，我这是替天行道。而另一边的13通过监控看着林大妈被打的画面，那叫一个爽啊！只可惜跟我没有多大关系，看着他们打生打死，为了一点物资玩命，我却只能在家里躺平过日子，真无聊。随后13就把拍摄到的这段视频发到了业主群里。大骗子，活该，好个为伍啊！对付这种人就该用雷霆手段，这就是骗子的代价。偷鸡不成蚀把米，真是笑死人了！不愧是社会大哥，就是有正义感。要不是有豪哥，咱们对他这种无耻败类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不过林大妈孙子被陈正豪手下狠狠地踹了一脚，6岁的孩子被这么踹上一脚，根本承受不住，内脏都出了问题。林大妈绝望之下，只能够在业主群里面求救，希望有人可以帮忙救救他的孙子。不过由于他之前骗取物资的事情，让大家对他都特别反感，根本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只要你们能救我孙子，我给你们磕头都行啊！业主们却没有人同情他，反而是有人嘲讽起来。谁知道这一次又是真的假的？再说了，我们又不是医生，没有那个能力帮你们。
要不是你自己骗大家物资在先，豪哥会打你孙子吗？说到底还是你自找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周可儿的女人发来了消息。我是医生，让我给孩子看看吧，不过我不保证一定可以把他治好。末日开始1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有人的食物所剩无几，业主小区群开始出高价买食物。谁家里还有吃的吗？我和孩子已经2天没吃饭了，我可以高价买。我家里还有几块面包，需要的话可以卖给你，不过1块面包我要100万。就在这个时候，富二代许浩拿着手机对群里说道：我出1000万买1块面包，你们家有多少，我全都要了。富二代林浩的一番话，直接让整个聊天群里炸开了锅。什么1块面包1000万？我没听错吧？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哄抬物价啊，我有点害怕了。雪灾一定会过去的，对吧？真没有必要这样子，1块面包1000万，真以为世界末日了？又不是丧尸围城，至于吗？你们别管那么多，反正老子我就是有钱，花钱买个安心行不？你们愿意卖就私信我，不愿意的就拉倒。宝妈伤心的拿着手机对着群里说道：你怎么能这样啊？我们家一口吃的没有了，买食物是救命的。我可没有跟你想，只不过我开价高一些，大家愿意卖给谁是他们的自由，你管得着吗？求大家帮帮我们吧，我儿子才9个月，我没有吃的，就没有奶水给他，我们娘俩都要饿死啊。妇女通过卖惨博取大家同情心，最终获得了少量的食物，而土豪许浩靠着超能力，最终从许多邻居手中买到了物资。13通过监控看到这一幕，不由得说道：这是金钱在末日当中所能发挥的最后余热了，大概不需要多久，就会随着物资的耗尽，发现金钱变成了废纸，物资才是绝对的王道。到时候不知道多少人会对自己售卖物资的行为悔青了肠子。全球冰封末日求生第10天，这场雪下了整整10天，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整个城市已经被大雪彻底淹没，想要出门根本没有可能，也没有官方救援的消息，所有人食物基本上没有了。1块面包由原来的1000万涨到了5000万。此时13的前女友方雨晴伤心地对她闺蜜说道：玲玲，我们的食物快没有了，该怎么办啊？再这么下去，我们会饿死的。你看，我们俩长得这么漂亮，只要我们略微出手，一定会有男人肯为我们的美色动心，为我们奉献物资吧？你是不是傻呀？现在大家伙都把物资当命一样看待，就算他们会对我们心动，也不可能那么容易把物资给我们的。再加上天气那么冷，就算我们送上门给他们白嫖，他们怕是都有心无力。对了，雨晴，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有13这样的一个舔狗？哼，那个臭男人，除非他过来磕头求我原谅他，否则我绝对不会主动找他的。几天过后，他最终忍受不住饥饿，放下自尊打电话找起了13，你这个臭弟弟，那么多天都不找我聊天，你真是坏死了。不就是前几天说了你2句吗？其实人家当时就后悔了啊，不过人家是女孩子，不好意思先开口嘛。你这个臭弟弟，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人家。方雨晴作为一个绿茶白莲花，在撒娇卖萌这方面可真是有一套。这个骚娘们，如果不是知道她心肠恶毒，真想把她给办了。最近身体不好，大概是生病了，所以懒得看手机。方雨晴一听，连忙虚情假意说道：只不过是想从13这里搞点食物罢了。生病了啊？你是不是冻感冒了？这个天气一定得注意保暖。不是，我热伤风，被热的。别开玩笑，零下50、60度那么冷的天，怎么会热伤风啊？冷吗？我屋子里有壁炉，倒是没有什么感觉。这玩意烧起来屋子里热得难受，大概是前几天坐在火堆前睡觉，不小心冰了吧。13说完，用手机对着熊熊燃烧的壁炉火堆拍去一张照片，又不经意间将他桌子上那些成堆的零食也拍了进去，给方雨晴发送了过去。我的天，这张照片不会是 P 的吧？这种时候怎么可能有人过上这么好的生活？这里简直是天堂啊！他灵机一动，给13打了个视频电话过去，是真是假，只需要看一眼就清楚了。视频一接通，就看到13家里堆成山的食物，那种温度宜人、食物丰富的优渥生活，让他们彻底傻了眼，简直像是看到了天堂一般。最近怎么样？看你们都瘦了，恭喜恭喜啊！方雨晴和她闺蜜心里面真想骂娘，她们哪是想变瘦啊，那全都是饿的。方雨晴一副讨好的模样对13说道：13哥哥家里吃的真多，好厉害，现在外面不少人都吃不上饭呢，还是你聪明，怪不得当初你买了那么多东西呢，原来早就有打算。这有什么呀？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13哥哥，你们家看上去好温暖啊，而且现在也不是供电的时间，为什么你们家那么明亮？我们家装了壁炉啊，这个玩意暖和得很，屋子里面都热得难受。看你们的样子好像很冷似的，外面现在真有那么冷吗？我10来天没有出门了，也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方雨晴立刻换上了一副柔弱可怜的样子，嗲嗲地对13说道：13哥哥，你好厉害，人家好崇拜你呀，能不能让我去你家里看看？好久没有见到你了，雨晴好想你呀。方雨晴觉得自己这一招肯定管用，毕竟之前她就是靠着这一招让身边不少舔狗对她唯命是从，何况当初13也追求过她。以前每次让你上我家来，你都是各种借口，说什么咱们都是单身男女，传出去影响不好吗？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又没有什么关系，是应该保持距离才对，省得人家说闲话。人家过去那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吗？13哥哥，别那么小心眼嘛，就当是晴儿错了好吗？人家现在就过去给你赔罪，大不了人家帮你捶捶腿，让你为所欲为还不行吗？这么冷的天，难得他能以如此精湛的演技演出羞涩少女的感觉，不去当影后真是可惜了人才。只可惜小爷并不吃你这一套。那怎么行啊？咱们俩又不是男女朋友，做这么亲密的事情我无法接受，我是一个传统的人。方雨晴几乎要被13这句话给气炸了，为了搞到食物已经顾不上什么脸面了。13哥哥，其实人家一直以来对你都特别有好感，男女朋友什么的以后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呀，毕竟日久了生情嘛。哎呀，羞死人了，你到底还要人家说的多直白吗？我靠，牛逼！不得不说，绿茶白莲花也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这一番茶艺没有10年的功力绝对做不到。方雨晴，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承认过去有段时间咱俩关系还不错，不过你该不会是觉得我喜欢你吧？13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过去不是最喜欢晴儿了吗？别误会啊，你的确是有几分姿色，是个漂亮的妹妹，不过我可从来没打算跟你谈恋爱，最多就是玩玩而已。就凭我的条件，在天海市想找个有模样有身段的女朋友，真不是什么难事。你到底是哪来的自信，认为我在苦苦追求你啊？13，你不要太过分了。哟呵，行了，你也别跟我装什么清纯美少女，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就是一个捞女吗？天天想着钓金龟婿，你以为有钱人都是傻子吗？再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在天海市富二代圈子里都是出了名的，今天去舔张少，明天去追李少，人家只是跟你玩个几天，你还真当自己能做有钱人家的少奶奶了？知道他们私底下怎么叫你的吗？公交车、公共插座。13，你给我闭嘴！我不就是说点实话吗？你激动什么？这些事情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说完之后，13不给方雨晴骂街的机会，直接就把通话给掐断了。13，该死的家伙，你算什么东西，也敢骂我？如果不是现在的雪灾，老娘连正眼都不会看你一眼。全球冰封末日求生第15天，此时的金钱已成废纸，食物极度短缺，一些人开始失去理性，杀人抢夺物资，尸体被堆积起来当成了储备食物。做完这一切后，他拿起手机对业主群生气地说道：现在局势那么难，大家伙都是为了活命，谁也不想动手杀人，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和谐的相处，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借我们一点粮食，只要你们乖乖配合，我保证大家可以相安无事。这种短暂的宁静在第2天就被打破了。虽然家家户户都因为畏惧陈正豪不敢出门，但是如果不下楼凿冰取水，他们就活不下去。到了晚上，他本想着趁着天黑偷偷下去挖穴取水，就被逮了个正着。这小娘们够味啊！我已经10几天没有发泄了，快憋不住了。我也一样，这小娘们长相一般，不过身材还凑合。刘甜甜赶紧关上了房门，绝望之中拿起手机向业主群求救。大家快来救救我！他们在砸我的门，求求你们了，我会被他们杀掉的。保安大叔，你救救我吧！你不是退伍兵吗？他们肯定打不过你的，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了。姑娘，现在事出突然，我一个人也对付不了他们那么多人啊，还有枪，哪怕我当过兵也无法对抗。你不能这样啊！我一个弱女子你都保护不了吗？你算什么男人啊！我要是死了，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大家都是姐妹，这种情况我们也没什么办法，你可一定要顶住啊，否则被破门的话，说不定会把你给那啥的，他们那么多人，会把你给玩坏的。建议姐妹你夹死一个，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反正家里被抢了，
估计你也活不下去了，大不如临死拉一个垫背的。刘甜甜气得瑟瑟发抖，他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房门被一脚踹开了，一个个如狼似虎的朝他走了过去，然后就被几个小卡拉米扯住双腿拖了出去。13，现在外面太危险了，陈正豪他们早晚会抢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大家必须团结在一起。没事，我现在自己过得挺舒服的。话不是这么说啊，你只有一个人，陈正豪手里可是有5、6个人，还有枪，所以你现在也非常不安全。那你们想怎么样？现在大家分散着住，实在是太危险，所以我们决定搬到一起，这样即便是面对陈正豪也是反抗的力量。怎么，你们聚在一起就不怕陈正豪手里的枪了？此时群里另一个人开始说话了。人多一点，最起码他们会有忌惮，而且我们可以团结起来把门给封上，就不怕被他们破门了。只是现在我们欠缺的是一个好的据点。13，你们家有阳台，而且防盗门特别的结实，非常适合用来对抗陈正豪，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大家一起对抗陈正豪。我不需要，谢谢，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过得非常舒服。你们想要合住的话，就自己找地方吧。13，现在大家都有生命危险，你不能目光那么短浅啊！只有大家在一起，我们才能活下去。这时，另一个群成员王敏也说道：“只是因为你们楼层有阳台，方便取雪水，大家才选中你们家。你以为我们是占了你的便宜，实际上大家也能保护你啊！”哟呵，保护我？你们也配？还真有脸说出口的。13，我承认我们有求于你，但是你想啊，你只要让我们进入你家避难，你就可以救活7、8条生命。难道你忍心眼睁睁看着我们被陈正豪给杀死吗？我们可是那么多年的朋友邻居啊！都这种时候了，大家能不能活下去都个凭本事。你们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的价值，又凭什么要求我保护你们？说完之后，13直接选择了退去，想薅他的羊毛，简直是做梦。此时，一群人开始联合起来，即便要大家一起抱团，也只敢找信得过的人。之前答应让你们住进来，是看在我表弟的面子上，而且你们还承诺会说服13，让我们住进他家里去。现在13根本不同意，你们说说这件事情怎么办？王姐，你听我说，13家里的物资真的非常充足，还安装了壁炉，只要我们能够住进他的家里，以后的日子就会非常好过。是啊，视频你们都看过了，应该明白13家里现在有多舒服。咱们大家努力一下，住进13家里去，不光能够对抗陈正豪，而且还能过上舒服的日子。王敏等人闻言，忍不住又把手机拿出来看方雨晴转发给他们的视频。视频当中都是13家里的画面，极为惹眼，看得他们眼睛冒光。可是他的态度已经摆出来了，根本不愿意让咱们住进去。他这种人也太自私了，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对这种人，咱们也用不着太客气。我看，反正他家里面就一个人，不如咱们用点特殊的手段。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只考虑自己，不懂得替别人着想，他凭什么住那么好的房子？可是按照周鹏的说法，他们家的防盗门很结实，咱们又不是陈正豪他们那种人，不擅长这个啊。是啊，而且13还特别卑鄙。上次我去他家敲门找他，他竟然用尿泼我。这件事情其实好办，戴上口罩，打着伞过去，就不怕他有手段。我以前在开锁公司工作过，这种事情我熟悉得很，市面上常用的各种锁我都能打开。太好了，只要能够打开他们家的防盗门，咱们那么多人一拥而入，我看13还怎么反抗？等老娘进门之后，我一定要把他的脑袋按在马桶里面，让他大口吃。到时候我负责去了。全球冰封末日降临，食物极为缺少，一些人为了食物开始。此时一些人盯上了我，开始对我防盗门疯狂输出，砸我的门，被我用电电死。救我！孙志超和陆涛是多年的哥们，看到兄弟惨死，他的眼睛里都在冒火。13，你这个狗日的，你给老子滚出来！想来砸老子的门，你们这不是找死吗？活着不好吗？13，我们本来想好声好气的过来跟你商量合住的事，你怎么能动手嘎人？你简直比陈正豪还要坏，你就是个嘎人魔鬼！哟呵，你跟我装个鸡毛呢？明明是你们来我家砸门，想要抢夺我的房子，死了也是活该，还有脸在这里狗叫，实在是笑死爹了。孙志超假装镇静，等他出来一定把他弄死。
13，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要跟你聊聊，但是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就动手嘎了我们的好兄弟陆涛，这也太过分了吧！我靠，牛逼！只是过来跟我聊聊，不请自来，直接上来砸我的门，这就叫聊聊。砸开门之后，下一步估计就是把我给弄死，或者赶出去让我自生自灭，然后你们享受着我辛辛苦苦准备的安全屋，对吧？13，我们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开门放我们进去，否则的话，后果不是你承受得了的。13，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大家只是想跟你合住，一起面对灾难而已，你可不要不识好人心啊。是呀，大不了到时候让你住在主卧，屋子也先供着你用嘛。你们脑子坏掉了，这个家本来就是我的，你们反倒是一副主人的样子进行分配，有本事的话尽管用出来，我看看你们能不能闯进来。孙志超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着下一步的动作。几人当中，胆子最小的葛家良紧张地问道：“怎么办？现在陆涛死了，没有人能够开锁，要不咱们撤吧？万一引来陈正豪他们的注意就不好了。”怕什么？这里是24层，陈正豪他们爬上来都能累个半死，他们就算是想赶人越货，也会先挑底层的人动手。这个13果然不好对付，他这个样子就好像是早就知道末世会来似的，装备的非常充分。要是那样的话，这个13就更加可恶了，明明知道雪灾要来，结果只顾着自己，都不提前通知邻居们。问题是，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砸门不行了，直接破门可不可行呢？几个人嘀嘀咕咕又是商量了一阵子，通过监控看到他们离开了。13左右手持一把枪，本可以出手射杀2个人，不过他一点不着急，现在生活过得太平淡了，需要找点刺激，所以他要看看这些人打算怎么破门。过了好一阵子之后，他们几个人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们抬来了一根又大又粗的木头，对着他的门一顿乱撞，可是门丝毫没有变化。这门到底有多厚啊？就算是银行金库的门也没那么结实吧？谁家里的房子会用这种门？孙志超他几乎陷入绝望了，愤怒地发出了咆哮，那是不甘与绝望的声音。好了，现在也该给你们点教训了。13打开房门，举起手中的枪开始射击，第一枪射了出去，一声惨叫传来，狩猎的时候到了。然后连续开了很多枪，3个人都被当场领了盒饭，另外几个人此时才反应过来，落荒而逃。你个臭娘们，都是你们害的！你们不是说他家只有门结实吗？为什么会有枪？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所以才跑得那么远？为什么你们就好好的？这一巴掌顿时把方雨晴吓得瑟瑟发抖，委屈的流下了眼泪。我也不知道啊，上2回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也没有用枪攻击我们。表姐，别这样，我可以作证，雨晴她真的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他们俩一点事都没有？刚刚我可是看到了，他们躲得远远的。你不是也没受伤吗？还好意思说我们？我那是运气好，没被射到而已。现在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你们害的，你们给我滚出去！我们现在都受伤了，总得有人来照顾。王敏思索了片刻，说道：“只能找周医生过来帮忙了。周大夫，我们大家的命就全靠你了，请你赶快给他们看看吧。他们的伤势太深了，除非有专业的设备，否则我没有完全的把握动手术。周医生，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你就动手去做吧，我们相信你。子弹上面都是锈迹，这样是会造成感染的。我最多把子弹取出来，但是没有抗生素治疗也会感染，到时候恐怕会死。那个13好狠的心啊，他一定是故意的，他怎么能这么狠毒？即便我们占了他的房子，也不会要他的命啊。总之，如果没有药物的话，只是取出子弹还是会有很大的生命危险，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突然，方雨晴似乎想到了什么，连忙说道：“呀，我记得13家里面有。”这是真的吗？他真的有药？方雨晴，你也不要撒谎啊！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好几个人都受了重伤。我记得就在1个月前吧，从那个时候起，13整个人好像都变了。他开始往家里疯狂的囤东西，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货车给他送东西。有一回，我就见到医药公司的车开到小区来，13去接的，然后人家抬了2个大箱子去他家，里面肯定是药物。抗生素并不是什么稀有的药物，如果他真的是提前知道灾难降临而囤货的话，一定有大量的抗生素和消炎药在手里。孙志超像是看到了活命的希望，眼睛里的光芒都有些疯狂了。那快去找13了，让他把药拿来救我的命，我的伤就是他导致的，所以他必须得救我。可是刚刚发生了这种事情，他对我们也很厌恶吧？怎么会拿药来给我们呢？
我们又没有伤害他，而且还打算破门之后留一些物资给他，反而是他不识好人心，对我们下死手。我们才是正义的那一方，怕什么？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我知道13之前追求过你，所以你去办最合适。全球冰封末日求生，一群人为了抢我的房子物资，疯狂砸我的门，被我当场打了3个人。我打伤的人却来求我要药物。13，陆涛死了，周鹏他们被你射中了，也快死了。死了就死了呗，早死晚死都得死。你们该不会觉得自己能在这场雪灾中幸存下来吧？13，我知道是我错了，都怪我不好，没有答应你的追求，但是现在我想改了，你可以原谅我吗？你觉得呢？我会把药给你们吗？13，周鹏他们被你射伤了，现在伤得很重，家里面没有药，他们会感染死的。你之前不是买了很多药吗？求求你借我们一些药物，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去打扰你了。哟呵，方雨晴，你猜我为什么要用生锈的子弹射他们，要他们感染之后痛苦的死去？这正是我的目的啊！你竟然跑过来找我借药，你的脑子是不是有病啊？13，我们错了，求求你放过他们这一回，我们保证以后绝对不去找你的麻烦。而且现在世道这么艰难，我们彼此应该互相帮助才对，你不要这么冷血好不好？难道他们死了，你的心里面就会愉快吗？对，我现在很愉悦。13，我是王敏，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还请你吃过饭呢？你觉得说这个有意思吗？13，现在大家都朝不保夕的，又有陈正豪这个恶霸害人性命，做人蝼蚁线，说不定以后有用得到我们的时候，你这一次把药给我们，我王敏日后会记住你的恩情，一定会还给你的。恩情？你当我是傻吗？你们有好几个人死在我手里，不管我怎么做，这个仇都是不死不休了。帮你们，等着以后你们报复我，笑死我了。13，我们不是那种人。别说了，真没意思。你们是不是那种人，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相信你们是那种人，所以我不会救你们。13，你千万不要把我们给逼急了，你非要让我们死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能做出来什么事。你们能做的事情不是都做了一遍吗？要是有这个本事，你们早就闯进我家里，弄死我，然后抢走我的一切了。爷爷，我不是吓大的，这一套对我没用。13，我们非要走到这一步吗？过去咱们俩多好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弃对彼此的成见，重新开始呢？其实晴儿心里面一直都有你的啊。忽然，13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他知道其他人就在不远，方雨晴的舔狗周鹏也能听到他们的对话，所以13故意说道：哎，雨晴，其实我的心里面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当初你伤我太深了，让我不能释怀。这句话就仿佛是一颗火柴，点燃了方雨晴希望的曙光。他不顾旁边人愤怒的眼神，激动地说道：13哥哥，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爱晴儿的，你真傻，晴儿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了，之前那些事情只是试探你而已。哎呀，你这个木头，怎么就不懂人家的心思呢？不过大家觉得方雨晴真要是勾搭上了13，才有机会搞到他的房子和物资，所以没出声。13哥哥，让晴儿住进你家里吧，以后晴儿就是你的女人了，你想让晴儿干什么，想怎么干晴儿都听你的，好吗？好啊，你快过来吧。林采宁急不可耐地对方雨晴说道：雨晴，带上我啊。不过雨晴，我爱的人只是你一个，所以我只能接受你一个人过来。至于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嘛，你最好和他们保持距离。现在环境如此艰难，咱们不要让一群人过来拖咱们的后腿，你说对不对？方雨晴此时兴奋极了，压根顾不得边上这些人，满口答应地说道：好的好的，一切都由哥哥你说了算，晴儿全都听你的。那你现在就过来吧，不要管其他人了。我马上就过来，哥哥你等我一下啊。看到方雨晴真要抛下他了，自己去13那里，王敏连忙把他拦住了。给我滚开，不要拦着我去13家，我受够了这样的日子了。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娘们，害得我们那么惨，现在想一走了之，门都没有。正在隔壁做手术的周鹏听到方雨晴要去找13，更是伤心欲绝。雨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是说你最讨厌13了吗？还记得你说过要当我的女人的话吗？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有问题吗？跟你们在一块儿也只是暂时的，以后大家耗光了物资还不是等死？13家里那么舒服，有吃的有喝的，还不用受冻，我过去跟他怎么了？
周鹏，你是个好人，过去对我一直都不错。不过爱一个人，就是应该希望他幸福，不是吗？方雨晴，你要走我们不拦着你，但是除非13拿药物过来换。13哥哥，你也听到了，他们不肯放我走啊，要不然你就给他们一些药物吧。药物可是非常珍贵的，我怎么相信他们不是在骗我？也有可能是骗你的哦，说不定他们会挟持你，利用你来威胁我，一直跟我要东西呢。晴儿，咱们可不能上当啊！对对对，13哥哥你说的有道理。处女人，你给我滚开，不要拦着我！两个女人顿时厮打在了一起。为了能够去13家，方雨晴彻底疯了，打得红了眼。你想走，做梦去吧。13，现在方雨晴在我们手里，如果你真的想救她的话，就拿药来交换。你们人太多了，我害怕，万一你们趁机杀死我怎么办？所以雨晴啊，虽然哥哥也很想和你一起过日子，但是他们不允许啊，你可千万别怪哥哥。不愧是你的好闺蜜，大难临头互相出卖。你也看到了，这个女人只想着自己，根本没有考虑过其他人。如果你想继续留在我们团队里的话，就好好看着她，别把她放跑了。黄姐，我一定听你的话。方雨晴，我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跑的，要吃苦大家一起吃，凭什么你一个人去享福？全球冰封末日求生，物资缺乏，王敏为了报复我，把我有海量物资的视频发到了业主群里。各位邻居们，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家里过着那么幸福的生活，这种自私的行为简直是无耻之极。视频是这几天13家拍的，想一想我们最近过的什么日子，他过的什么日子，你们说这公平吗？大家商量一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此时有人提出了质疑，他们家晚上都亮着灯啊，他哪来的电？这真的是最近拍的视频吗？难道不是过去的？我可以跟大家保证，这些视频都是最近才拍摄的。13家里早就备好了各种物资，无论是吃的还是燃料，所以他现在过的生活和天堂一样。13他简直不是人，怎么可以干出这么不道德的事情？我们都是邻居，一起生活了好些年，他太自私了。13必须为这件事情负责，凭什么我们过得那么惨，就他一个人过好日子？他家里面吃的喝的那么多，必须给我们大家分一分，我们不好过，他要负担主要责任。此时的陈正豪的眼睛顿时红了起来。13，你这个小可爱，竟然过得那么舒服。13，我可是咱们小区的居委会主任，而且我还是咱们这栋楼的长辈，我说了算，这些物资拿来，大妈给所有人分。13，我和宝宝快要饿死了，你之前不还夸过我们家宝宝可以吗？救救我们吧！我可以让孩子认你做干爹，甚至你有其他要求也可以。13，只要你让我住到你们家，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资产都给你。我爹已经死了，我们家10几资产都给你。我跟你们很熟吗？凭什么我们家的东西要分给你们？13先生，最近我们家的食物与药物已经接近告捷，希望您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为了答谢，之后我可以为您提供医疗方面的援助。不愧是做医生的人，非常的理智，并没有跟我卖惨求施舍，而是要跟我交换。末世之中，只有有价值的人才有活下去的资格。我现在身体很健康，没有用大夫的必要。不过我家里的确有很多药物，食物方面更不必说了。你想要交换，起码拿出一些现在对我有用的东西来。就当是预付的诊金行吗？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我可以给你食物与药物，但是你也得帮我一个忙。什么忙？你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这些邻居们大概要对我下手了，如果你知道了他们想如何行动，就告诉我一声。我明白了。另一边的陈正豪拿着手机对着业主群严肃地说道：各位，现在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对付13，他们家的物资恐怕比我们所有人的总和还要多，只要把他打倒了，我们可以获得大量的物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现在不会对其他人动手的，但是这次行动获得的物资我要1半。现在大家应该暂时放下之前的恩怨，首要目标是攻入13家，拿回那些属于集体的物资。跟我走，打13，抢物资，打死那个臭不要脸的自私鬼。13，他们打算要去你家了，应该每家每户都过去了。他们看到了你的视频，已经疯了，你不想想办法吗？行了，我知道了，记住，这次你千万不要过来，我只提醒你一次，然后等着看好戏吧。
13啊，你快跑吧，他们都带着家伙找你去了。保安大叔，放心好了，我应付得来。13，希望你能够活下来。对不起，我这回可能帮不上你的忙了。你能够不加入他们，已经说明你的善良了。没事，我这边不需要你操心。此时，13家门口来了一大批的人，把走廊堵了个水泄不通。13，你给我滚出来！不想死的话，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别等我们冲进去，否则到时候说什么都晚了。我好怕呀！你们有本事进来啊！被13这么一嘲讽，一群人对着他的门疯狂乱砸，可是他的门没有一点变化。很快的防盗门通上电了，一群人被电得哇哇大叫，都被领了盒饭消失了。我操！是高压电，大家快躲远点！有些人心生惧意，想要逃跑，被陈正豪带着小弟堵住了。你们想干嘛？都给我回去！孙志超看到众人有所畏惧，便大喊道：可恶的13，简直就是个出事了，竟然嘎自己的邻居！兄弟姐妹们，咱们必须嘎了13，为他们报仇啊！不用怕，大家用木头去撞门，别破门就可以了。他们有多少手段的，已经是黔驴技穷了。只要攻破这扇门，后面可就是舒服的暖炉，还有吃不完的食物等着咱们呢。孙志超的这一番打气，又让不少人红了眼睛。马上就有人找了2根大木头过来。兄弟们，给我撞！打开门，弄死13那个小可爱！一群人抱着木头，对准13的大门就开始了疯狂的撞击。可是撞了几十下之后，他们却发现那扇门微丝未动。13却觉得还不够尽兴，却打开音箱跳了起来。13，你嚣张个坤巴，马上就弄死你！你今天必死，要为我哥偿命！他们撞得越来越起劲，一定要把门撞开。这是什么门？怎么那么结实啊？照这个速度，得什么时候才能把门撞破？这个时候，一人走了过来，盯着门扉看了半晌，才惊叫道：这是银行金库的防盗门啊！那这个东西就撞不破吗？别说用木头撞了，这种最顶级的防盗门，即便你没用炸弹都炸不开啊！如果没有钥匙的话，除非是世界最顶级的开锁专家，才有一丝打开的可能。全球冰封末日，求生物资缺乏，我有海量的物资被曝光了。整栋的邻居来到我的家门口，一群人拿木头砸我的门，我根本不慌，打开音箱跳起来舞，疯狂嘲讽他们。13，你嚣张个坤巴，等我们进去你必死！哟呵，是时候给他们点教训了。13打开防盗门的窗口，扔了一个手榴弹出去，瞬间爆炸，一群人立马领了盒饭。我操！13，你这个该死的狗贼，你卑鄙无耻！出来，有本事你出来，我和你单挑！你这个嘎人魔头，我要跟你拼了！13，我必嘎你！而回应他们的，依旧只有房间里那劲爆的嗨歌，屋外叫骂声连连，屋内则是嗨歌不断，这像极了13对所有人的挑衅。这可怎么办啊？就在这个时候，孙志超喊道：大家不要着急，我有办法。他们家的门是合金打造的，咱们撞不开。不过这墙还不是砖头水泥，我就不信砸不烂。众人一听这话，顿时眼睛里冒出了睿智的光芒。对呀，我怎么没想到门砸不开，咱们可以砸墙。我们那么多人，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这墙给砸烂了。13，你这个狗贼，绝对想不到我们还有这个办法吧？这些人都是带着工具来的，所以他们很快就排着队来到13家的外墙跟前，抡起手中的铁锤就开始猛砸。大家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锤子狠狠砸在墙上，顿时墙面裂开了。众人见状，眼睛里满是兴奋，觉得自己找到了13家的突破口，然后他们砸得更加卖力。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墙为什么砸不开？不应该啊！有人走了过去，从裂缝中仔仔细细地看了一下墙，当看清楚里面的东西时，他差点惊掉了下巴。这墙里面也是钢铁铸成的，材质与门扉一模一样。一个人忍不住仰天吼道：为什么会这样？谁家的房子用钢板筑墙啊？我不信这房子全都是铁做的。有人已经无法忍受这种绝望，又拿起锤子去敲击其他地方，好几个人一起动手，希望能够找到墙面上的破绽。可是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最后发现的都是坚固厚重的钢铁墙壁。
你们都能想到的问题，我当初还能想不到吗？真不好意思啊，我家的房子哪怕墙壁都是用20厘米的金刚材料铸成的，炮弹都轰不破，我会怕你们这些破铁锤吗？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人打造一套这样的房子啊？有人捂着脸跪在地上崩溃地喊道：当初我知道他们家装修，但是也没有想到会修成这样啊！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几个正常人家会打造这样的房子吧。孙志超和周鹏眼睛里满是血丝，如果今天全楼的人都攻不破13家，他们就只能等死了。孙志超咬紧了嘴唇，愤怒地说道：13他早就知道会有血灾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我们。卑鄙小人13，只顾自己活着，不考虑我们大家。我们如果都死了，你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全世界就你一个人的话，你就不会孤独吗？总有一天，你会因为没有提醒我们，没有帮助我们，而陷入无尽的悔恨与自责的。你晚上能睡得着吗？你就不会内疚吗？早晚有一天，老天爷会让你遭报应的。13，我们要是因为你死了，你肯定一辈子良心不安，活得很痛苦。现在陈正豪对其他人都不感兴趣了，只想抢到13的房子。你们着急什么？现在只是开始。就算他们家的墙都是铁铸成的，但是天花板呢？地板吗？我就不信他搞了一个铁皮箱子出来。哟呵，这个货色的脑子挺好用的，不过可惜我又不傻，我的天花板也是铁铸成的。邻居们听了陈正豪的话，纷纷跑到13家的楼上，用锤子砸，用斧头砍，用木棍敲，总之一切能使用的手段他们都给用上了。但是很快他们就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绝望之中。他们发现13家还真的就是一个铁箱子，上下左右前没有一个角度不是被厚厚的铁板封死，好多人都累得瘫倒在地上，此时眼睛都出现了幻觉，把眼前的邻居看成了食物。不过他们很快的把想法收了回去。该死的13，你为什么要这么狠毒啊？你一个人活着怎么比得上我们那么多人活着？牺牲一下你自己怎么了？孙志超仰天怒吼，绝望让他的心灵彻底扭曲。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邻居走过来对他说道：也许你们可以尝试一下走阳台，他们家装修的时候，阳台改成了落地窗，很大一面都是玻璃，或许有机会闯进去。对啊，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既然有窗户，就一定留有出口，不可能全部封死，只要有窗户就可以冲进去。很快的一群人来到了13对面的阳台，两家的阳台间隔了一段距离，中间更是安装了栅栏。13自然也察觉到了这样的一幕，双方对视了不足1秒钟，邻居们便挥舞着手里面的工具，疯狂地朝着巨大的落地窗砸了过来。谁说玻璃就一定比金属脆弱？我的窗户可是防弹玻璃做的。这群人砸着砸着就发现了不对劲，本来以为是有机玻璃，用力砸几下就能给它砸碎，可是一群人砸了半天，怎么连个裂痕都没出来啊？这到底是什么玻璃？难道是防弹玻璃吗？我靠，牛逼！什么防弹玻璃？我不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就不信我打不破它。只要打破它，屋子里的壁炉和吃的喝的就都是我的了。我一定要打破它。而此时的13就静静地躺在椅子上，享受这里的一切，对外面的人一点都不理会。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外面那些邻居嫉妒的快要发狂。13，你给我等着，马上我就弄死你！等我砸破了这块玻璃，你就完蛋了！你这个该死的家伙，自私的败类！你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猖狂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加油，你们继续啊，看看你们能不能弄死我。13觉得差不多到时候了，于是他就扔了一个手榴弹过去，一瞬间爆炸，所有人领了盒饭。饿死总比炸死强吧，所以你们都应该感谢我才对。全球冰封末日，求生物资缺乏，邻居们想尽各种办法想攻入我家，却拿我一点办法没有。此时13家对面阳台又来了一批人，13以为又要过来砸玻璃的时候，他忽然跪倒在地。13，我快要饿死了，求求你救救我吧，哪怕只给我一块面包也行啊！那惨状真的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磕头的大部分都是女人，试图博得13的同情。大家不要这个样子，我看着心里面难受啊！我心里一难受就想吃东西。13大口大口的吃着东西，把邻居们看得直吞口水，别提多馋了。13，是我们错了，我们只想活着啊！你就试试给我们一些食物，让我们像狗一样的活下去就行。以后你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听你的好吗？别怪我没给你们机会，你们谁现在过去给我把陈正豪的西瓜拿过来？这样的东西我管他1星期，
顿顿吃到饱。邻居听到这番话，脸上露出了犹豫的表情。陈正豪的手里面有枪，想要他的西瓜，也许自己的西瓜就没了。很快的，他们就找上了陈正豪。陈正豪忽然感觉后背如同针扎一般，让他汗毛都立了起来。他猛地回头，举起手中的枪，却发现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古怪。你们想干什么？都给我滚开！大家伙看他的眼神依旧古怪，甚至可以说有些诡异，不像是在看一个人，而像是在看食物。陈正豪毛骨悚然，准备赶紧带着手下几个人离开了这里。忽然，孙志超在一旁连忙问道：“等等，13家怎么办？攻又攻不进去，还能怎么办？回头再想办法吧。”很快，13又收到了许多人的私信和视频电话。经过这一战之后，邻居们也是彻底的认怂了。许多人开始哭求13可怜他们，或者提出利益交换，比如说富二代许浩。13，我可以把我的女人送给你，只求你给我一些吃的行吗？她可是天海市有名的车模，你看看这大灯，这尾翼。真是个骚娘们，不得不说，这个女模特身材很有料。不过这种不要脸的女人，我是不可能让她进门的。说不定趁自己睡着了，她就给我一刀，然后把我家给霸占了。能出卖自己身体换食物的女人，哪里有什么道德底线可言？第二天的时候，13听到楼道里面传来了枪声，2声枪响，像是放了2个大号的鞭炮。这无疑是陈正豪动手的。显然13昨天的话已经产生了作用，2个男人手里拿着菜刀倒在地上。不过陈正豪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靠在墙上，手里拿着枪，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陈正豪让手下的人把这2具昆体拖走，当即就把昆体拖到了厨房里面。他早就看到了群里的消息，知道13对他进行了悬赏，这让陈正豪感觉到了一丝危机。但与此同时，他更加的疯狂了。死吧，把你们都嘎了！想让我死，你们先去死吧！放松下来之后，他忽然感觉后背有些疼，于是喊来一个小弟帮他看看怎么回事。那个小弟看了一眼之后，顿时大喊道：“豪哥，你后背中刀了！这2个狗东西，给我把他们剁碎点！”他脑门上渗出来细密的汗珠，连忙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周可儿。周医生，我受了点伤，你快过来帮我包扎一下。不久之后，周可儿背着医药箱就来到了陈正豪家。看着这个嘎人如麻的恶棍，周可儿眼睛里充满了厌恶，但是为了活命，他不得不给他疗伤。我可不会免费帮你。陈正豪嘿嘿一笑，伸手指着厨房说道：“你要是把我治好了，待会的西瓜我分你1块。”周可儿用力抽了抽鼻子，才闻到那股刺鼻的血腥味。他脸色一变，常年在医院里工作，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强忍着呕吐的冲动。周可儿冷冷地说道：“不用了。”都什么时候了，周医生还这么清高，早晚有一天你会吃的，不吃就死。我宁可去死，也不会吃。那我可舍不得，现在这个世界，身边有一个医生太重要了。你放心，如果有一天非吃你不可，我也会把你留在最后面。不一会儿，伤口就简单的包扎完毕了。周可儿拎起药箱打算离开，谁知道陈正豪给小弟使了个眼色，那个小卡拉米顿时把他拦住了。你们想干嘛？没什么，我的伤没好之前，你不能走。陈正豪此时心里面也害怕，不知道多少人想要他的命，而且又缺少药物，身边有个医生在，他才放心。也不管周可儿的抗拒，他强硬的把他留了下来。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这些牛马现在都敢反抗了，对我们很不利。只有把13那个家伙给弄死，占了他们家的房子，咱们以后才会安全。他们家跟个堡垒似的，里面物资也多，起码足够咱们生活几个月的，说不定那个时候雪灾就过去了。所以当下还是得考虑怎么对付13。豪哥，13家我们都进攻过好几回了，但是每一次都失败。他们家就像个乌龟壳似的，攻不进去啊！我就不信他们家没有破绽，更不信他不出门。这样吧，咱们搬到他家隔壁去住，轮班看着他，只要等到有机会，就直接把他给干掉。而且住在高层也更安全。周可儿把他们的对话都听在耳朵里，他借着上厕所的名义去洗手间给13发消息，告诉了他这件事情。知道了，你继续留在那里观察情况吧。你是医生，陈正豪不会那么快把你嘎了的。所以你暂时没有生命危险。13也不着急出手，他设下了悬赏，之后自然会有人不要命的嘎了陈正豪。陈正豪带着周可儿就来到了24楼，住在13隔壁的小夫妻知道陈正豪来了，也是吓得厉害。开门，开门！我是陈正豪，跟你们换一间房子住，快把门打开，不然我就开枪了。怎么办？他们来抢我们家的房子了，恐怕连我们最后那点吃的也保不住了。别怕，没事的。他们要房子，咱们就给他好了。对了，快把剩下那些吃的藏在身上。看到外面凶神恶煞的陈正豪等人，躬身说道：“豪哥，这房子以后就是您的了，我们马上就走。”说着，他就要带着自己老婆离开。没等他们走出2步，陈正豪的小弟举起了手中的棍子，砸在了他们的西瓜上。一声闷响过后，男人两眼一黑倒在了地上，昏死过去之后，他的眼睛里还写满了难以置信。他不明白
自己明明都乖乖听话，把房子让出来了，可是为什么对方还会动手？他的妻子捂着嘴发出一声尖叫，另一根棍子也落到了他的头上。周可儿死死地捂着自己的嘴，他彻底被吓傻了。这还是他头一回见到嘎人，心理素质再强也无法保持镇定。天太冷了，总得储备一点粮食，免得到时候没饭吃啊！全球冰封末日求生，这个世界已经没有食物了，一些人开始吃人。13给周可儿发消息，询问他陈正豪那里的情况。周可儿那边过了很久之后，才给13回复消息。13，陈正豪他们已经疯了，现在所有食物都吃完了，他们已经开始吃人了。我2天没吃一点东西，感觉自己快饿死了。这个结局我早就猜到了。如果有一天我也快要饿死了，只有吃人才能活下去，大概我也会选择吃人吧。这几天他们天天出去找人，只要找到有人的房子就攻进去，然后把人给嘎了。大家都没有物资了，说来可笑，当初被你嘎掉的几10个人的昆体，倒是让不少人又多活了些日子。不过他们也遭到了抵抗，还活着的人都已经抱团了，他们也有死伤。13，你还能救我吗？周可儿，这个女人留着还有用，不能让她就这么死了。毕竟在末世之中找一个医生可是一件难事。这样吧，你帮我办一件事，事成之后我可以让你活下去。于是他交给了周可儿一个任务，13可以接纳周可儿，但是他必须要递上一份投名状。13的要求很简单，有作用，无威胁，关键是不能圣母。第二天，13上午睡到10点钟才起床。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忽然响起一阵巨响，门外的周鹏拿着一把菜刀，对着他的房门疯狂的劈砍。13，给我滚出来！整天只知道躲在房子里，你就是个缩头乌龟，没用的垃圾。13来到门前，双手插兜，淡淡的对周鹏说道：你说的都对，然后呢？有本事进来弄死我呀！感染的滋味不好受吧？你的伤口起码得有10几厘米深，到时候你就会被细菌感染死，都不用我动手嘎你。13绘声绘色的描述着。周鹏听了之后，感觉自己的身体更疼了。周鹏一声怒吼，对着门疯狂乱砍。13，老子要嘎了你，都是被你害的。隔壁的房间里，陈正豪的手下听到周鹏疯狂的吼声，连忙对陈正豪说道：豪哥，要不要弄死他？没听说他都感染快死了吗？病死的猪肉你也敢吃？周鹏，你死定了，伤口都烂了，晚期就不活了，倒不如趁着你没死，把活着的时候没敢干的事情给干了。周鹏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听到13的话后，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难道说我真的要死了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了。回到住的地方之后，他的眼神涣散。周鹏来到方雨晴跟前，眼睛死死地盯着他。雨晴，你愿意嫁给我吗？这个可怜的舔狗，即便生命快要走到终点，最大的愿望竟然只是和方雨晴结婚。方雨晴皱着眉头，眼睛深处满是嫌弃，对他冷冷地说道：不，我不愿意。周鹏的心碎了，他为方雨晴付出了那么多，甚至连自己的命都要没了。可是方雨晴对他从始至终都没有过一丝心动。不，你是爱我的，你爱我，我要得到你，我死之前要让你做我的女人。周鹏怒吼一声，然后开始撕扯方雨晴的衣服。周可儿在经过一夜的深思之后，最终给了13肯定的答复。他知道这是13对他的考验。这天晚上，陈正豪在客厅里面，然后让一个小弟去厨房做饭。周可儿在角落里盯着他们，忽然说道：我去帮他吧。我就知道你忍不住了，2天没吃东西，是个人都受不了。不要怕，只要你尝过一次就会上瘾的。西瓜的味道非常鲜美，比我过去吃过的任何西瓜都要好吃。我不想死，我想活着。陈正豪以为周可儿想通了，点了点头说道：那样最好，你现在对我还是有些用处的。原本我还打算，你要是实在不肯吃西瓜，就拿你做食材呢。周可儿来到了厨房，一脸正经地对陈正豪的小弟说道：这里就交给我吧，你去休息吧。等那个小弟离开后，他拿出一瓶安眠药，倒在了他们的食物里。周可儿把一大碗西瓜端上桌，他们都急不可耐地过来吃。没过多久，他们就都倒下睡着了。他憋着一口气，给13发过去消息：13，我给他们下了大量的安眠药，他们都昏睡过去了。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把他们都拖到阳台上面来。他按照13的要求，把陈正豪等人一个个拖了出去，丢在阳台上。接下来还要我做什么？接下来把他们都嘎了，把他们扔下去。陈正豪身上有枪。完成这一切后，周可儿终于通过了13的考验，来到了13家里。听着，我让你住进来是因为你对我而言有些价值，但是你必须时刻记住，这里是我的家，
你能够住进来是我对你的恩赐，所以你必须要服从我所有的命令，否则的话，我会将你驱赶出去。如果你对我有任何不轨的举动，一旦被我发现，我会毫不留情地嘎掉你。周可儿听着13冷漠的话语，心里面不禁吐槽道：这13可真冷血。13又伸手指向一个房间，你住在那间房子里，不过事先说好，整栋房子里每个角落都有监控，所以你时刻要在我的监控之下，没有任何隐私可言。房门也是防盗门，材料只比大门轻薄一些，可也不是人力能够打开的。钥匙在我手里，只有在我允许的时间段才能让你出来。如果你有任何异议的话，现在就可以离开。好，我会听你的。你很聪明，这样我们大家以后相处起来都方便。你应该明白外面是怎样的炼狱，除了依附我，你没有别的活路。所以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仔细听好。周可儿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对13说道：秘密，你愿意告诉我？造成这次雪灾的原因，我相信你在网上也看到了，是由于超新星的爆炸导致的伽马射线爆发。这种射线对人体会造成一定影响，有可能导致人体变异。所以我拥有了一种超能力，就是获得一个独立的异空间。我之所以可以潇洒快活地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我的空间里面存储了大量的物资，否则的话，光靠我这套房子，你也看得出来，存储不了太多的物资。因此，我活着，你才可以跟着我享用到那些物资。我如果死了，这栋房子很快就会变得与其他房子没有差别，你还是会饿死。全球冰封末日求生，一些人盯上了我家的物资，开始使用大量的炸药炸我们，然而却一点用没有。老驴，你干的什么活？搞得这个破玩意连个门都炸不开。这不对劲啊！我调配的炸药是没问题的，可能是受潮了吧。门外一群人还在抱怨的时候，13趁他们没有注意开了一扇小窗，把炸弹朝着外面就扔了过去，瞬间爆炸，一群人立马领了盒饭，只有5、6个人侥幸逃走了。13没有开门去追，还是安全第一的原则。这群狗东西，我一定把你们全打了。13来到周可儿房间里，他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已经没事了，你不用害怕。周可儿听到13的声音，顿时觉得心里面特别的踏实。他抬起头望着13，狡辩地说道：我可不是害怕，我只是以为地震了，躲在角落里比较安全。这里是24层，真要是地震了，躲哪里都够给你压扁的。13，刚刚是怎么回事？是隔壁26栋那些工人干的。附近有一个新开发的小区，所以不少工人都在周围租房子。我们小区也算是中高档，他们舍得花那么多钱吗？一间屋子里住10个人，你觉得能有多贵？这么说来的话，他们其实比陈正豪更加危险。陈正豪只不过是个社会混混，过去和平年代，普通人不敢惹事，所以怕他。但现在大家都朝不保夕，他如果不是手里有枪，早就被人打死了。可是这些工人不同，他们天天干体力活，体力比普通人强太多了，战斗力也更加彪悍，而且他们都是熟人，又人多势众，无论想干什么都方便。那之后咱们怎么做？要不要向他们报仇？当然要报仇，不过我是不可能过去的，到人家的地盘太不明智了。你瞅瞅他们，不就被我搞死了一大半人吗？可是你手里有枪啊，怕他们干什么？有枪也不行，哪怕嘎光了他们，但是让我中一铁锹，我都觉得自己亏大了。你实在是太狗，太稳健了。但是你不出去找他们，怎么报仇啊？他们看上去可不像是怕死的人，感觉都跟亡命徒似的。13摸了摸下巴，心里面已经有了主意。看来以后日子想要过得安稳，必须得找一些人来当炮灰才行。13想了想，把手机拿了出来，打开了业主群。此时由于刚刚的爆破，邻居们全都被吓醒了，疯狂往群里发消息。刚刚那响声是怎么回事？地震了，还是有炮弹袭击？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会不会是陨石掉下来啊？很有可能，如果不是天上掉陨石了，怎么会有这么异常的气温？说不定人类会和恐龙一样灭绝。刚刚26栋那批工人闯入我们单元楼，想要嘎人抢夺物资，被我及时发现，把他们给赶走了。26栋的人是怎么过来的？他们从下面挖了一条雪中隧道，沿着1楼嘎人上来的。快把那隧道给弄塌，然后把门锁起来。没用的，那种门一砸就破，就算你堵上，他们也可以从4楼的窗户爬进来。这可怎么办啊？我们怎么打得过那些苦力？咱们楼里的人死了一半了，剩下来的大多是老弱妇孺。这个时候反倒是保安大叔给13发来了私信，关切地询问13需不需要帮助。
26栋的那些狗崽子我认识，之前我还和他们喝过酒呢。狗日的，他们竟然过来打你的主意，我不会放过他们。13，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告诉我，我帮你收拾他们。保安大叔，他们的人挺多的吧？他们本来有30多个人，但是最近死了10来个，差不多剩下20几个人吧。我跟他们老大黄天放认识，之前一阵子还在聊天来着。但是这群狗日子的太不是东西，在26栋害死了不少人。13，你对他们有什么打算吗？需要我帮忙的话，你招呼一声就好。保安大叔，还是安全起见吧，我暂时没有报仇的计划，主要是我一个人，哪怕加上你也没有必胜的把握，除非能把楼里面的邻居都给调动起来。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大家也跟黄天放那帮人一样，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保安大叔，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在群里把这个说法提出来，看看他们有几个人愿意的。保安大叔，用不着这样，你上赶着让他们加入团体，他们反而觉得你心怀不轨，甚至是蹬鼻子上脸。13，那怎么办啊？我们又不着急，家里面物资足够，就等着呗。天河帮那群人能来第1回，之后肯定还会有第2回。别的不说，他们被我嘎了那么多人，一定会回来报复的。到时候这楼里的邻居自然会来求咱们。13，你真是太高明了。2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决定暂时对天河帮的人置之不理。接下来的2天里，13让周可儿和保安大叔从外界获取情报，得来的情报比较棘手的主要是2股势力。13，一个就是隔壁26栋的天河帮，他们以天河集团下的小工程队为核心组建，战斗力彪悍，主要的武器是钢筋，手里面没有枪支。周可儿，你这边的情报收集的怎么样了？21栋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势力，他们自称狂狼帮，名字听起来极度的中二，但是战斗力可不弱。这些人里面有学生，还有一些游手好闲的街溜子，普遍年龄在20岁上下。队伍当中有10几个人，领头的2个人，一个叫王强，一个叫香露。你继续搜集情报，一定要搞清楚了，把危险降到最低，尤其是他们有没有枪支，这一点很关键。这天13家门口来了一批人，并且还抓了一些13的邻居。见识过13的手段，以及感受到13家的易守难攻后，他们暂时又不敢对13动手，那就只好拿13一个单元楼的邻居们动刀了。13，我嘎不了你，我还嘎不了你的邻居嘛。到时候看到邻居们惨死，你就不内疚，你如何面对他们的指责？我打你的邻居，就是对你最大的报复。13，你不出来，我就嘎光你的邻居。全球冰封末日求生，一群人抓了我的邻居，逼我从安全屋出来，不出来就嘎我的邻居。13，你不出来，我就嘎光你的邻居。你要嘎就嘎了他们好了，他们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就是不出去，有本事进来弄死我呀。13，你这个没良心的，好歹我们也是多年的邻居了，你就见死不救吗？死了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哟呵！之前打我家主意的是你们，现在又不要脸的要我的命换你们的命，你觉得可能吗？该死的13，你为什么要这么狠毒啊？你一个人活着怎么比得上我们那么多人活着？牺牲一下你自己怎么了？让他们说那么多废话干嘛？要嘎就快点动手，不用白费口舌了。既然13你不肯出来，那就动手吧。13，我们还会来的，你一天不出来，就一天不会停止嘎人的。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让黄天放多嘎几个邻居，造成恐慌，使得这些邻居们不得不求我出手。果然，仅仅过去2天之后，邻居们就受不了了。业主群的邻居们疯狂地给13发消息：13，你惹的祸你要去解决啊！天河帮那群人是你引来的，也是你嘎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总不能让我们来帮你承受这种代价吧？他们说了，你一天不出来，他们就一天不会停止嘎人。13，如果你有点良心的话，就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吧。你真的忍心看着大家因为你而死吗？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怎么他们过来嘎我，被我反嘎了，最后反倒成了我的不是了？你们自己没有本事抵抗他们，关我屁事！你们也说了，那群人太危险了，既然这样的话，我更不会出去了，还是我的屋子安全啊。
13，你自己倒是安全了，你让我们怎么办？你这不是把我们都给害了吗？你招来的人，凭什么让我们替你面对？你这样还有没有良心？我管你们怎么办，你们死不死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还真别跟我谈良心。当初进攻我家的时候，你们谁家没有份？也就是老子大度，没有拎着枪上门，一个个把你们全给崩死。你们倒是叫起来了，你们也配跟我谈良心？你们是不是真觉得我不敢弄死你们？13最后一句话说出来，把许多人嗓子眼里的话都给堵了回去。他们这才想起来陈正豪怎么死的，这就是13干的。13不再说话，而是给保安大叔发过去一条消息。保安大叔，该你发挥一下了。放心吧，包在我身上。这个时候，平日里少言寡语的保安大叔突然现身在业主群说道：大家不要慌张，天河帮也只有差不多20号人，咱们团结一致，可以跟他们对抗的。保安大叔，还好有你在啊！你最近一直不说话，我还以为你也死了呢。太好了，有保安大叔在，大家的安全就有保障了。你说要怎么干吧？大家一定鼎力支持你。就靠我一个人也没用啊！我们家的物资也耗尽了，好几天没吃饭，现在饿得没有力气。大家伙跟我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这种状态凭什么跟天河帮抗衡？保安大叔，那该怎么办啊？大家其实都缺吃的，也没办法帮你啊。你有什么建议提一提呗，大家都听你的。咱们楼现在要和其他楼对抗，只能够靠13了。13家里面有很多武器，而且他天天吃得饱饭，也有力气，让他带领我们是最合适的选择。可是13刚才说让我们自生自灭呢，他是不会离开那间房子的，我们也叫不出来他。要是他能来带领我们，那的确是最好了。这样吧，我和13还能说上2句话，我去找他谈谈，看看能不能说动他出山。保安大叔，我们是否能活下去，全靠你了。保安大叔转头就给13发私信：13，现在怎么办？火候差不多了，到时候你给我帮帮腔，让这群人老老实实听我的，恩威并施，让他们听话，咱们这栋楼以后才有安全。保安大叔和13商议完毕，两人便回到了业主群当中。保安大叔装模作样的艾特了一下13，大家现在都非常需要你，如果这栋楼里只剩你一户了，你也会孤单，对不对？所以现在请你发发善心，帮助一下大家，大家肯定会发自内心的感谢你的。说得对，只要你能够拯救我们，大家都会对你感恩戴德，以后咱们楼就由你说了算。13，我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就交给你了。我是看在保安大叔的面子上才过来跟你们聊聊的，不过我压根懒得管你们，我自己活得好好的，管你们干嘛呀？还得出去累死累活的，冒着性命危险，我觉得很不值。13，别啊，大不了以后你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行不行？是吗？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同意吗？只要你不是让我们去死，其他条件都可以。合着你们就想让我去拼命，对不对？那我也不管你们了，等到黄天放带着人嘎过来的时候，你们把脖子伸出去，让他们砍就好了。再见。此刻保安大叔和13唱起了双簧，一唱一和。13，别啊，我们大家伙肯定听你的，反正都是一死，拼一把还有活下去的机会。我跟你干了，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大家一起拼命还有活路，难道非要等着让人家点名，一个个嘎掉吗？保安大叔的鼓舞果然起到了作用，想着拼一把还有活路，大家纷纷开口，同意了听从13的号令。13，以后我们都听你的了，你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的命就都交给你了。13与保安大叔二人一唱一和，就这样获得了整栋楼的控制权。他淡淡的说道：那就好，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得听我的行事，事态严峻，敌人随时都有可能进攻过来，任何消极懈怠的行为都视同对整栋楼业主的背叛，到时候别怪我直接出手嘎了那个人，千万别让我发现有那些悄默默躲起来不肯出来打的人，发现一个直接嘎掉，想苟起来摘果子门也没有。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开始分配物资，不过前提是多干多得，摸鱼的拿不到食物。谁要是敢吃的东西不干活，我保证让他吃多少吐出来更多。邻居们看着13手里面的枪，还有地上的那些食物，大家纷纷点头，臣服在了13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之下。那好，咱们就分配一下食物吧。
就在这个时候，天河帮的几个工人闯了进来，他们看到地上摆着那么多吃的，兴奋的不得了。赵哥，好多吃的，咱们发了。还有啥好说的，直接抢。13没有开枪，而是对邻居们说道：这些食物都是给你们的，别让他们抢走了。谁要是嘎一个人，我奖励给他5人份的食物。此话一出，原本畏惧的只想逃跑的邻居们停住了脚。这些食物都是13给我们的，万一被抢走了，我们吃什么？食物就是命，没有了食物不还是个死？更何况13可是说了，嘎一个人就提供5个人的食物。说得对，他们就几个人，我们有一群人，怕个鸟啊，干就完了。很快就从身上掏出一把菜刀就冲了上去。天河帮的4个人猝不及防，本来以为这些软蛋会吓得逃跑，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跟打了鸡血似的冲了上来。一眨眼间，众人便陷入了乱战。战斗结束之后，地上留下了6具昆体，除了天河帮的4个人之外，还有2个楼里面邻居的。好，干得漂亮！你们看到了吗？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这些人有什么好怕的？13望向前方，朝2个最卖力的年轻人指了过去。你们俩过来。那2个年轻人一脸喜色，很快的就来到13跟前。好好干，这箱方便面是奖励你们的，只要以后保持这种劲头，我不会亏待你们的。那2个年轻人激动的眼泪都流了下来，这些东西足够他们吃上1个礼拜。13大哥，以后我们肯定跟着你好好干，我们全听你的，你就是我亲哥。奖励完了2个出力最多的小伙子，13对其他人说道：下面该分配食物了，一个个来。刚刚众人的表现13都看在眼里，表现的卖力的他就多给一点，表现差的他就少给。不过大部分人得到的只是1块面包或者2袋没有小孩巴掌大的饼干。13指着富2代许浩，许浩赶紧走了过来，伸出手说道：我的食物呢？13有些嫌弃的看着他，随手拿了1块水果糖放在他的手里。这就是你的食物？许浩瞪大了眼睛，一股浓烈的屈辱感笼罩住了他的心头，他生气的吼道：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凭什么我就只有1粒糖果？你还有脸叫？刚刚别人都在动手的时候，你从头到尾就在后面晃悠，你连那几个人碰都没碰一下，给你这粒糖果都是我发善心啊。许浩非常狡猾，上的时候他喊的声音很大，手里也拿着个棍子，嚷嚷着嘎掉他们，可是声音很大，不肯上前打架，当着13的面摸鱼，他是真的拿别人都当傻子了。那能怪我吗？他们就4个人，我根本没有上的机会。那不是我的问题，我不关心过程，我要的只是结果。许浩气急败坏，不甘心地说道：不公平，你这样太不公平了，你就是摆明了在针对我。哟呵，公平？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事情？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合我谈公平？你真的以为我是在和你讲道理吗？我是在命令你服从我的要求，懂吗？垃圾！13看了一眼旁边的李成斌和姜磊，使出了一个眼色说道：这种不服从命令、无组织无纪律的人要怎么处置？你们2个懂了吧？他们2个然后走过去，拽住许浩就狠揍。许浩被揍了半天，奄奄一息的时候，13才让李成斌和姜磊停手。虽然许浩是个垃圾，但是拿起武器也能去当炮灰。13指着许浩对众人说道：这就是不服从楼主命令的下场。也别说我霸道，我这个人非常公平。如果在座的某一位认为我霸道，现在就可以放下手里的食物，有骨气的离开，我绝对不会找他任何麻烦。邻居们看了看彼此，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的。食物就是他们的命，他们怎么舍得？很好，那么我们就达成共识了。13走到许浩跟前，在许浩绝望的眼神当中对他说道：下次希望你能学乖一点，我13是不养垃圾的。可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焦急的喊声，此人便是方雨晴。13哥哥，我还没有食物啊，你怎么把我也给忘了呀？没有忘掉你们啊，你们俩本来就没有。凭什么别人都有，凭什么我没有？方雨晴更是无法接受这件事情，来到了13跟前，流着眼泪委屈地问道：13哥哥，你是在跟晴儿开玩笑的对吧？这不是真的，你不会对我这个样子的。你不是说过喜欢晴儿的吗？我是说过喜欢你，不过你不会当真了吧？我对许多女孩都是这样，大家本来就是出来玩的嘛，彼此心知肚明。现在我对你失去新鲜感了，麻烦你以后不要过来烦我，我已经有女朋友了。13说完，故意把周可儿搂进了怀里。方雨晴哭着指着13说道：不，这不是真的，明明前一阵子你还让我去你家住，为什么现在你又这个样子？你说那个呀，我就是在耍你呢，你看看你现在这个蠢样子有多好笑。
13随即看向王敏和林采宁，对他们说道：“他是不是天天跟你们说我喜欢他，还说我会让他进门？”是呀，这个女人一点不摇碧莲，就知道做白日梦，这种烂货也不知道自己的斤两，她还害死了我表弟，她真是该死。嘟，你别再说了，求求你别再说了。你这种女人还自以为是个仙女，天天想着去钓富二代，却不知道你在天海市的富二代圈子里那是出了名的，谁不知道你是个花点小钱就能得到的破烂。13看向许浩，对他说道：“许浩，你说说他的外号是什么？”万能插座，公共汽车。现场顿时发出了一阵爆笑。想不到我们单元楼里还有这样的人才，亏我之前还暗恋过他呢。看样子花点小钱就能搞定，早知道我还费那劲干啥，真是不要脸的臭女人。全球冰封末日求生，林大妈以为自己的孙子死了，饥寒交迫下把自己亲孙子给吃了。林大妈此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都怪13害死了他孙子，手提一把菜刀就冲了上去，砍在了13的肩膀上。13一脚把林大妈踹飞，躺在了地上。该死的老东西，还好老子穿了防弹衣，不然还真被你嘎了。巡逻队的人听到了动静，急忙跑过来查看，见到是13和林大妈，不由得问道：“13大哥，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婆想嘎掉我。听到13这番话，对着林大妈就是破口大骂：“这个老女人真该死！13大哥现在可是我们整栋楼的希望，就凭你还想嘎掉她？干脆弄死她算了，她已经疯了，活着早晚是个麻烦。”你们回去吧，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几个人不敢违逆13的意思，乖乖的离开了这里。周可儿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就出来了，双手捂着嘴巴，一脸担忧的看着13。13，你没受伤吧？13用手指着林大妈的脑袋，冷冷的说道：“就凭他还伤不到我，我可是穿了防弹衣。”林大妈倔强的抬着头，用怨毒的眼神望着13。13，我要让你给我孙子偿命，嘎了你，给我孙子报仇。13，你该死，是你害死了我孙子，你死了一定下18层地狱。13没有急着动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他孙子害死了，他反而平淡的问道：“你孙子又不是我害死的，你为什么来找我报仇？”林大妈恶狠狠地瞪着13，咬牙切齿，像极了一条发疯的狗。我的孙子就是被你害死的，你该死！我恨不得喝你的血，吃你的西瓜，一口一口把你给咬死。可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嘎掉了你的孙子，严格来说，我还是你的恩人，因为是陈正豪的人踢死你的孙子，而我帮你嘎了陈正豪，你该感谢我才对。你少在这里装好人，我孙子当时还没死，后来是因为没有药物治疗，才活活疼死的。是你不肯借给我药物，才让他死掉的，你就是罪魁祸首。13这下子就弄清楚了前因后果。哦，原来是这样啊，你是这么理解的。不过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其实我这个人啊，最是嘴硬心软了，我怎么可能忍心看着一个孩子活活疼死呢？所以后来我去你们家送过药的。你胡说八道，别想糊弄我。我真的没有胡说八道，我去过你们家，你仔细想想。哦，对了，当时你太专注了，有可能是忘记了，因为我当时过去的时候，你正在忙着吃东西呢，确切的说是在啃东西。你的孙子林小虎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死，只要吃了我的药，他就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过去的时候，却发现你把他给活活砍死了。听到13说的这番话，脑子里更加凌乱，他的眼睛里掠过一抹惊慌失措，因为他记得在林小虎死后，他为了活下去，的确不得已把他给撂了。不可能，小虎当时已经死了，是被你给害死的。你如果不信的话，可以问一问周医生，林小虎是不是还有救？不错，林小虎其实是有机会救活的。当时是我联系的13，他同意送药过去，可是你没有等到他过去，就错误的以为林小虎已经死了，把还活着的他给……周可儿最后几个字没有说出口，他也觉得挺恶心的。毕竟林大妈天天标榜着自己多么爱自己的孙子，可是最后怎么样呢？为了活着，他连林小虎都能下得去口，这已经超出了做人的底线，连猪狗都不如。林大妈绝望的捂着脸，痛苦的哀嚎起来。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他还活着，我以为他已经死了呀。我等了好久好久，直到自己实在受不了了才下的刀。一开始我告诉自己就只吃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可是后面越来越饿，才没忍住把它吃掉的呀。原来是这样啊，这就是林家的好奶奶，为了一口吃的，狠心把自己还活着的孙子给砍死了。怎么样，你孙子的味道很不错吧？你可真疼爱他呀！你的儿子和儿媳妇把孙子托付给你，你对得起他们吗？
林大妈的眼神涣散，捂着嘴巴发出痛苦的哀嚎。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干的。不要说了，求求你不要再说了。林大妈忽然头朝着墙壁狠狠撞了过去，她已经彻底崩溃了，丧失了活下去的希望，死亡对她来说是最好的解脱。林大妈，做人要往前看，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毕竟你可是牺牲掉你的孙子才活下去的，你死了下去怎么面对你们一大家子啊？此时，附近的邻居听到动静，都赶过来看热闹。13指着林大妈，大声地说道：“大家快来看啊！林大妈想不开要撞墙，她为了活命，把自己孙子林小虎给嘎了，还吃了个精光。这是一个求生欲望多么强烈的女人啊！”邻居们听到这句话后，眼睛里露出极度恶心的表情。即便有些人为了活下去，对昆体下了手，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对自己的至亲做出这种事来，那是他们最后的道德底线了。林大妈被这些目光注视着，精神崩溃的更厉害了，嘴里大口大口的吐出鲜血，眼睛里全都是挣扎与痛苦的神色。13，他活不了多久了，最多半个小时就会被冻死。怎么可以这么残忍？现在这么冷的天气，还让他冻死，这种事情我看不下去。13，你想怎么办啊？哎，老人家一辈子也不容易，临死前让他死个痛快吧。13拿出一把枪，对着林大妈的西瓜就是一枪，当即就领了盒饭。全球冰封末日求生，整个小区都畏惧我，出了5个代表人跟我谈判，谈不成一言不合就开干。都来了，就你们几个吗？对，我们是代表整个小区来和你谈判的。那咱们就谈谈吧。13，你也知道现在情况艰难，大家都缺衣少食，许多人甚至活活冻死饿死。我还听说有一些单元楼都开始吃人了，再这么下去，我们大家都活不下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大家并不是针对你，大家只是想活着，所以才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跟你谈。不要跟我打感情牌，你觉得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直接谈谈你们的条件。从气势上，对面5个人被13压制的死死的，几个楼长看了看彼此，王强对李健说道：“老李，还是你说吧。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些必备的生活物资，首先是食物，其次是取暖所用的物资，比如说衣服和棉被。13先生，你觉得怎么样？”那不行，我们的食物和物资不够用。13不多废话，掏出枪来，拍在了桌子上。5个人也是脸色大变，下意识的想要逃走。13，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就算是嘎了我们也没用，到时候整个小区的人都不会放过你的。13先生，你别激动，有话我们可以慢慢谈。你们紧张什么？我只是觉得这手枪有点碍事，拿出来亮亮，别紧张嘛。来，坐下，我们继续。5个人的脸色不太好看，可还是坐了下来。首先，我告诉你们，你们提出的条件我根本不可能答应。我现在说出我的合作条件，你们看看可不可行？不过你们不接受，我也不改，咱们就打。5个人脸色各异，平心而论，他们现在很畏惧13的实力，若是单打独斗，13可以平推他们任何一方，甚至好几方联手。第一，我可以为你们提供物资，主要是食物，但是数量有限，每栋楼我只提供10个人的分量。具体这些食物分给谁，谁来分，我不管，你们自己单元楼内部决定。这样我每天都要负担300多人的物资，已经是我的极限了。10个人的物资太少了，我们楼里活人可是有76个，光是我自己手底下的公司员工就有20多，你才给10人份的，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分？哟呵，这么说是没得谈喽？如果谈不妥，那就打。等等，陈灵玉，你别急着代表我们大家，我看这个物资的数量还是可以再谈谈的。10人份是少了点，到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和其他单元楼交代。每天要提供300人的食物，你们觉得很少吗？李健看了看旁边，王强和黄天放明显有些异动，他连忙对13说道：“这个让我们再考虑一下，你先说别的条件吧。”好啊，接下来就是我为你们提供物资，你们所需要付出的报酬了。我身上有一批良种，我觉得我们可以种植农作物，以此来获得持续稳定的食物。你种过地吗？那么冷的天气，粮食全都会被冻死。话不能这么说，你们要是觉得大米不行，我这里还有其他种子，土豆、小麦，总有一款合适的。13，真别开玩笑，外面多少度啊？再说了，冰天雪地的，你种再难。
再冷的天又怎么样？咱们不还是活下来了？至于种在哪里，这个问题好解决。外面不都是土地吗？只要大家把雪刨开，下面都是土地。我靠，牛逼！如果要开展种植业的话，就必须提供足够的食物。这样一来，300份的食物未免太少了。可是我需要的人300个都多了，那就是每一栋楼都需要派人出来整理出农田。我需要每天看到你们的劳动进度，毕竟我也不养闲人。这就是我的2个条件，只要你们同意，我就答应为你们提供物资。而且300人份的话，食物的质量也会得到保证，甚至将来我还会提供香烟、酒水和衣物，乃至医疗用品。这句话一出，顿时有人坐不住了。王强一下子站了起来，大声问道：“13，你能搞到香烟？你手里有烟吗？快给我来一根尝尝！我都半个月没抽烟了，人都要疯掉了。”这2个人都是老烟民，让他们半个多月不抽烟，简直比嘎了他们还要难受。13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华子，然后一人丢给他们一根。2个人贪婪地望着手里的香烟，赶忙往嘴里面塞。他们可以不吃饭，但是不抽烟真的会疯掉。现在我的条件摆在这里了，你们答不答应？只要你以后能保证我有烟抽，这些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但是说好了，一天最起码得给我2包。我也是一样的条件。一天最多只能给你们1包，多了我也没有。王强和黄天放赶紧答应。那成，说好了1天1包啊，你可一定得给我们带来。那这么说，我们今天的谈判就达成共识了，对吧？王强与黄天放都不是什么太聪明的人物，只要可以得到烟抽，他们其他的都可以不在乎。13，这件事情我们还得商量商量。说的对，我们还得从长计议。那随你们的便，反正我的条件摆在这里了，这也是我最大的诚意和底线。你们要是再不同意的话，那咱们就只要刀枪相见了。13，我是没什么问题的，你先给我来条烟抽。开什么玩笑？你们不是统一战线的吗？在你们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之前，这些条件就没有正式生效。所以想要烟抽的话，就等你们确定了以后吧。王强大口抽着烟，眼神都有些迷离了。他不耐烦地冲李健几个人生气地说道：“还等什么？我们要的东西不是都有了吗？就按他说的办好了。”可是这也太儿戏了吧？什么这也那的？我说了，就这么办，别耽误时间。最讨厌你们这些啰啰嗦嗦的人了。我看啊，差不多得了。13给咱们面子，咱们也得体谅他的难处，不是吗？这个条件的确有些苛刻了，我们也不能擅自做决定，否则其他单元楼也不能同意。对啊，这件事情可不能轻易的决定，我看我们还是得再商量商量。我操！再商量商量？你们是在耍我吗？如果你们5个人无法替整个小区做决定，你们为什么要自称代表跟我来谈判？别急，谁说我们做不了主的？这事情不是说好了吗？咱们5个人来做决定，其他楼的人还敢不听不成？要我说，13提的这个条件还是可以接受的。我看大家也得互相理解一下，13也有他的难处，大家差不多就得了，别逼人太甚。13，我先表个态，我同意你的提议。我也一样。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在楼上被谈判拖住，上千人准备偷袭强攻，然后一举拿下25栋。不过13已经察觉到了一切。你们是不是安排了人，趁我们谈判的时候过来偷袭？你说什么呢？我们都在这里，然后还让人过来偷袭，那不是拿我们自己的命闹着玩吗？我觉得也是，不过那样的话，你们回去之后就得好好查查了。这群该死的东西，谁让他们这么做的？全都给我坐下！13，真不是我们干的，你别开枪，千万别！13来到了阳台，掏出一把 98K， 对准下面的人就是一枪爆头。第2枪继续响起，又是一颗西瓜被贯穿。这个时候，惊呆的众人才反应过来，连忙拼了命的逃跑。我说的条件，你们考虑清楚了吗？我同意你提出的这2个条件。我也没有意见。随即是张玉年和陈玲玉，2人什么都没有说，估计是不知道怎么发生了，只能举起手表示同意。李健看到其他4人都已经妥协，苦涩的举起了手。我也同意。那好，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劳动，然后明天下午我会通知你们过来领取物资。另外，一定要好好干哦，我会盯着你们的，别跟我耍心眼。几个人纷纷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不同意就会被当场嘎掉。你们回去吧。
5名楼长离开之后，25栋的人心里面都松了一口气，然后赶紧过来询问13会议的结果。在我的武力威慑下，他们妥协了，以后需要为他们提供300人份的食物来换取和平，而且所有人都需要参与到劳动当中去，将来开发土地，进行农业种植，坚持可持续发展套路。300人份的食物，这能做到吗？而且把食物都给了他们，我们可怎么办啊？所有人都不理解13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条件，毕竟13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压根就没有和他们商量过。13不急不缓地解释道：不达成这个协议，你们想怎么办？真的要和整个小区上千号人打，我是无所谓，他们人数再多我也不怕，可是你们顶得住吗？一群邻居面面相觑，都没有脸再说话了。整个25栋的武力只有 99% 都在13一个人的身上，人家要是一走了之，不管他们的话，照样能够活得很好。可是他们怎么办？还不是要被盛怒的小区业主们给干掉？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手里有大量的食物和物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们饿死。邻居们听到了13满意的答复后纷纷离开，只有保安大叔留了下来，一脸狐疑的看了13好久，仿佛他从来不认识13一样。保安大叔，你这么看我，我脸上有东西吗？不是，我只是觉得你今天有些奇怪，有些不像是过去的你了。你是不是搞不懂为什么我会跟他们达成那样的合作协议？的确，总觉得妥协不像是你过去的风格。跟他们合作只是权宜之计，我今天本来是打算把那些楼长都喊过来，然后全都嘎掉的，到时候各个单元楼群龙无首，就会重新陷入混乱的状态，那样的话我就有机会逐个击破。可是今天他们只派了5个人过来，虽然是势力最大的5个楼长，但嘎了他们也无济于事，毕竟其他人已经形成了同盟，那么我就必须忍耐，先示敌以弱，让他们认为我不敢同时跟29栋单元楼的人作对，所以向他们妥协了。原来是这个样子啊，这就对了嘛，我就说之前的做法不像你的性格。保安大叔，你听懂了吗？虽然听不懂，但是感觉很有道理的样子。我给他们挖的坑，第一就是物资的数量有限，每栋楼只有10份，这样一来，以后的物资肯定是不够吃的。俗话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当我给他们分配食物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得到，可是各楼的楼长把食物领回去之后，却并没有发给所有人。你猜这个时候各个单元楼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他们就会内乱。对，就是内乱。得不到食物的居民会从刚刚得到希望，然后重重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那种痛苦比死都要难受，他们就会狗咬狗干起来。石桑，你实在是太聪明，太可怕了。可是你为什么要让他们种地呢？这么冷的天气，想要种植农作物根本不可能吧？保安大叔，有些事情其实很简单，你不要想得太复杂。我让他们种地，只是单纯的激化他们的矛盾，同时消耗他们的体力罢了。毕竟现在他们能付出的东西，也只有不值钱的体力了。我明白了，石桑，现在我们一家子活下去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保安大叔，那好，接下来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然后看看他们能走到哪一步吧。13跟保安大叔说的只是一部分真相，事实上他还有更多的后手没有告诉他，因为13已经知道25栋有人私下里勾结其他楼的人。全球冰封末日求生。第二天夜里，除了李健之外，其他单元楼的楼长仍然没有发放任何食物给普通居民，于是纷纷开始干了起来。死了一大片的邻居，小区变得空前热闹了起来，今夜成了一个不眠的夜晚。13出了单元楼，眼前的一幕让他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雪地上躺了几十具昆体，可想而知，昨天晚上经历了怎样残酷的一场战斗。25栋的居民站在门口，一个个心惊胆寒，大气都不敢出。石桑，今天还用干活吗？13看了一眼保安大叔，又看了一眼旁边的那些邻居们，他淡淡的说道：如果你们以后想要有饭吃，就得干活，除非你们想跟雪地上的昆体一样的下场。众人心中一凛，比起这些死去的人，他们简直太幸福了，最起码不需要去争抢那稀缺的食物，也不用去拼命，不就是干活吗？能活着就行。是，我们马上就干，马上就干。石桑，其他单元楼貌似没有人出来扫雪，要不要通知他们出来？你觉得他们现在有时间吗？昨天晚上只是一个开始，这场冲突发生在各单元楼的掌权者和普通居民之间，除非他们能够解决食物的分配问题，否则必须有一方彻底灭亡，才
才一个晚上，哪里嘎得完啊？13，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让他们慢慢的嘎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走了过来，来的人是9栋的楼长陈玲玉。13，我想跟你再谈谈合作的事情。你能跟我谈什么？小区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早晚会崩溃的，内部矛盾重重，根本无法有效的管理。即便你有再多的食物，将来也肯定会有人仗着武力多拿。这样一来，矛盾就会一直被激发，然后人越死越多。哦，然后呢？你想表达什么？13他能不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吗？因为如今这个局面就是他一手促成的。我来帮你用科学的管理方式管理小区，这个模式好的话，甚至可以扩张到其他地方。现在是末世，世界的各种体系全都乱了，哪怕我们建立一个王国都不成问题。由你来当这个国王，我来辅佐你，你觉得怎么样？我靠，牛逼！没兴趣，不用再说了，我也不想听你讲那一套。再这么下去，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也会死的。你把那个门字去掉，你们会死，可是我13不会。你一个女人，在末世之中一个人很难撑下去。怎么，你没有老公吗？早就分了。哦，孤家寡人啊。也不是，我还有一个女儿，她10岁开始就在大米国留学，念贵族学校。我的生活不需要依靠男人。离婚之后，我自己带着孩子，从一开始给人家刷盘子、做美容店的学徒，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了一家准上市公司的总裁。我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差。13，如果你因为这个原因不跟我合作，那一定是你的损失。通常来说呢，只有集团性质企业的一把手才能叫总裁，你这样的小公司老板只能叫总经理。这也不是那么说的，没有谁规定总裁只能是集团的老板吧？那没事了，你继续去忙吧，我就先走了。13回到房间，就拿起手机给李健打去了语音电话，想知道他们那栋的邻居为什么没有干起来。李健，其他单元楼因为食物的分配问题已经干起来了，但是看你们单元楼里面却没有发生这种状况，我很好奇，你是用什么方法隐瞒了消息吗？我根本就没有隐瞒任何消息，从一开始我就把谈判的结果告诉了我们楼的所有人。这个结果出乎了13的预料，他很惊讶，李健敢这么做，就不害怕单元楼内部动乱吗？那么明明只有10人份的食物，根本不可能让你们所有人都活下去，可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李健似乎猜到了13会有这样的问题，他无比平静地说道：我们这栋楼里的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变成野兽，所以有10份饭我们就平分来吃，有1份饭我们同样分着来吃。可是这样的结果，最后只可能是你们全都死掉，一个人也活不下来。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可实际上却是做出了最为愚蠢的选择。13，你能不能帮一帮我们？抱歉，没有这种可能。13回答得非常干脆，没有一丝一毫商量的余地。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拉拢一批最有希望活下去的人，瓜分利益，然后保证自己可以在末世当中生活得很好。可是你瞻前顾后，什么都想要，然而你并没有保护所有人的能力，你这么做就等于是犯罪。路是你自己选的吗？那你就靠自己走下去喽。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和往常一样发放物资。王强掏出了一把手枪，对准13就开枪。13瞳孔猛地一缩，下意识的想要闪避。就在这个时候，在他侧前方的保安大叔猛地把他推开，连续给13挡了3枪，跪倒在地。在场的30多个人都是为了嘎13过来的，手中的武器散着冰冷的光泽。为了这一刻，他们也等待了许久。此时，就连13身边的姜磊和李成斌都被他们收买了。给我嘎了13，只要把13嘎了，我们就拥有一座完美的庇护所和充足的食物。保安大叔，谢谢你帮我挡子弹，我会帮你报仇，嘎光他们所有人的。13掏出一把步枪，一手牢牢压住枪柄，开始了扫射。距离他最近的李成斌和姜磊眨眼之间领了盒饭。13此时什么都顾不上了，见到有站着的人就把子弹扫了过去。他有步枪，他怎么会有步枪？快跑啊！王强和黄天放等人刚想跑，13掏出一把 98K 对准他的西瓜就是一枪，当场领了盒饭。黄天放吓得腿软跪在了地上，第二枪响起也领了盒饭。不到20秒的时间里，
现场的人几乎全都死绝，还剩下几个人两股颤颤的站在雪地里，举高了双手，一脸惊恐和恳求。13，我们不是他们的同伙，不关我们的事啊！我发誓这件事情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嘎我。此时的13已经不相信他们的鬼话，掏出手枪送他们领了盒饭。13的枪口对准了还活着的最后一个人，9栋的楼长陈灵玉。陈灵玉此时吓得不行，眼泪流个不停，向13求饶。13，这件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求求你相信我，我还有一个13岁的女儿，她就在国外，我要活下去，等着她回来。13冷冰冰地看着他，沉默了2秒钟之后，一声枪响，送他领了盒饭。你们早晚都会死，活着那么辛苦，还不如就让我送你们上路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帮你们摆脱了痛苦，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13来到了保安大叔的身旁，一边打量着周围，以防有人过来偷袭，一边试探着尤大叔的脉搏。保安大叔，你还活着吗？13打量着保安大叔的身上，3处子弹坑痕迹清晰可见，子弹没有打中心脏。13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的救。25栋门口，一群邻居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他们都被13刚才的表现给吓傻了，直到现在都不敢靠近。都给我过来，把保安大叔送到我家里去。不惜一切代价救活保安大叔，你所需要的药物和医疗器械告诉我，我会尽量提供给你。周可儿打量了一番保安大叔的身体后，眉头深深皱了起来，说道：情况很不乐观，子弹的位置都很危险，要是伤到了内脏的话，可能以现在的条件就没救了。你尽力吧，我真的不希望保安大叔就这么死掉，都是为了帮我挡子弹才受伤的。13看了一眼病床，保安大叔脸上带着氧气罩，旁边的心率仪呈现出稳定的波浪线。13松了一口气，看样子保安大叔的命是保住了，这样他就不算是害死了自己的伙伴，用不着太愧疚。可儿，辛苦你了，能帮上你的忙，我很开心。保安大叔的身体怎么样？需要多久能康复？还是说只是回光返照，撑不了太长时间？他受的伤很重，其实一开始我都觉得很难救活他了。那后来是怎么救活他的呢？本来他的心率都接近0了，可是突然之间，他的身体似乎产生了什么变化，机体的活性迅速增强，就连伤口都快速愈合了。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解释。13听完这句话之后，却是心头一惊，这种超常的事情他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在他自己的身上就发生过一次，很可能保安大叔是觉醒了某种异能。没想到保安大叔竟然成了除了我以外的第2个异人，濒死的状况下有可能会觉醒吗？这或许就是觉醒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样的话条件未免也过于苛刻了。13思索了一番之后，对周可儿说道：从现在开始，你每天要给保安大叔注射一定剂量的肌肉松弛剂或者镇定剂，不能影响到他的身体，但是要控制住他的行动。周可儿有些惊讶，但是略微一思索，便猜测到了些什么。保安大叔是不是也像你一样，产生了某种特殊的能力？我想应该是的，但是对这种事情我们毫无经验，也不清楚他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绿巨人吧？他就是被伽马射线影响导致的变异，万一保安大叔也变成了绿巨人，情绪失控，很可能把这个家都给拆了。这个简单，交给我就好了。13处理完了家中的事情之后，就带着枪走出了家门。有一件事情也是时候去做个了结了，也就是之前林采宁和方雨晴等人所居住的房间。房间里面光线很暗，方雨晴正在吃西瓜。好久不见了呀，方雨晴。13看了看地上的昆体，通过身上残留的衣服，13判断出来那是属于林采宁的。怪不得你能活到现在，真不愧是塑料姐妹花呀。13，你为什么没有死？为什么？那群邻居，他们那么多人，连你一个都嘎不了，他们真是垃圾。哟呵，蠢女人，你以为暗中联络了王强那些人，又策反了姜磊和李成斌就能嘎掉我？你真是蠢得可怜啊！就你这种脑子，活该被人当成玩具耍来耍去，最后活成了那么多人的现状。13，我恨你，我有今天都是你造成的。明明你追了我2年半，可为什么突然就不追了？这是无耻的背叛，你连这么一点考验都经受不了，你凭什么说爱我？原本只要你再坚持那么一下下，我就答应嫁给你了啊！可是你为什么要为了那个臭女人丢下我？我恨死你了，我恨不得亲手把你和那个臭女人给嘎了。哟呵，臭女人就是矫情，现在就送你上路。13，饶了我吧，我不想死啊，求求你放过我。13，放过我，放过我啊！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活该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13也不多说什么废话，递枪送方雨晴领了盒饭。全球冰封末日求生，许浩跪在地上求13饶命，还说要告诉13一个秘密。13大哥，你别嘎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哟呵，你要是敢骗我，我就嘎了你。13大哥，你有没有听说过江南首富罗毅花10亿美金打造的末日庇护所？你知道那个避难所在哪？这个消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就是希望能够追随你。只要你让我做你的跟班小弟，我就帮你把这个庇护所给拿下来。你把我当白痴？真有那么好的地方你会告诉我？13大哥，我怎么敢骗你呢？虽然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可是现如今罗毅是那里的主人，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夺不下来，因此我才来向你求助。只要你愿意让我追随你，以后让我能够吃饱穿暖，我就会竭尽全力的帮助你。既然是顶级的庇护所，哪有那么容易攻打下来？13大哥，只要有我的帮助就能攻打进去。我不光知道那个庇护所的位置，而且我还曾经进去过，那里面的布置我基本上都了解。你要是敢骗我，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你！13大哥，别赶我，别赶我，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信我，你信我啊！13，你现在就给老子嚣张吧，等老子把你骗过去，就和罗毅联合起来弄死你！说一说你的想法，假如我同意了跟你合作，你要怎么帮我？我跟罗毅之间还有联系，当初我把你的情况说过之后，他对你手里的物资和武器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可以演一场戏，假装我把你骗过去，然后让罗毅开门，到时候凭老哥你的本事干掉他，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我可以答应让你跟着我混，想要我相信你，那就给我把这毒药吃了。放心，只要我们拿下罗毅的那栋庇护所之后，我就会给你解药。我操！什么？真的是毒药？不要，你不要过来啊！这可就由不得你了。事已至此，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你不要过来啊！说完，13就把许浩按在了地上，把毒药塞进了许浩的嘴里。你先回去吧，接下来有什么事情我会单独给你指示。保安大叔，你醒了，真是吓死我了，还好你没事。13，幸好你这里有医生，不然我可就真的没命了。听说你把黄天放那些人都解决掉了，可真有你的啊！他们算什么？对我来说不值一提，我的身上可是有防弹衣的。他们藏着一把破枪，还以为是什么秘密武器，可对我根本没用。保安大叔惊讶不已，嘴也张着，尴尬极了。他当时豁出命去帮13挡子弹，没想到却是白费了力气。也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谁能想到他们会突然抱起伤人呢？幸好你没事，不然的话我心里多过意不去啊。不，我也没能帮上什么忙，还麻烦你救我。不用跟我说这么客气的话，你能够有这份心意，我已经很感动了。你好好养伤，现在其他事情不用你操心。不行啊，我感觉自己现在浑身都没有一点力气，胳膊都抬不动，这个样子下去，不知道得麻烦你到什么时候。没事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养病，其他事情有我在呢。几天后，13和许浩来到了罗毅的庇护所，然后用枪指着许浩的西瓜说道：“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庇护所，过去把门给我打开。”你稍等一下，我这就给你开门。庇护所的控制室里，一个男人站在监控前，眼睛认真地盯着13，他就是华国有名的富豪罗毅。门口的许浩一直在磨磨蹭蹭不开门，13等了一阵子，有些不耐烦了。他拿起手枪对准许浩的西瓜说道：“你个小可爱敢耍老子，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不要开枪，我能开门，一定是能开门的，你再让我多试一试。他哆哆嗦嗦地靠近大门，实际上给监控使眼色。这门是可以开的，可以打开的，辛苦了那么久，不能功亏一篑啊，否则的话，以后就找不到那么好的机会了。控制室里面，罗毅听懂了许浩的意思，那是在告诉他，如果这一回没有拿下13，他就会死在这里。我死了，就没有人可以帮他把13骗过来。罗毅摸了摸下巴，心中其实没有那么信任这个许浩，可是一想到这座庇护所从现代物理学角度而言堪称无解的防御，罗毅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你们要是敢耍任何花招，我就打开机关弄死你们！罗毅嘴角一撇，然后按下了开门的按钮，而此时外面的门已经被打开了，他们来到了一条长长的通道。控制室内，
罗毅一手端着红酒杯，一手在控制台上按下了绿色的按钮。与此同时，通道内部出现大量的白色的瓦斯气体，将二人瞬间淹没。可以过去把他们绑起来了。高强度催眠瓦斯气体，只要吸入一点，就会陷入长达24小时的昏迷状态，而且就算是苏醒过来，也会处于浑身无力的状态。而他却不知道，此时的13戴着防毒面罩，同时利用异空间将身边的瓦斯气体都给吸纳了进去。13只是靠在墙上假装昏迷，而许浩才是真的昏死过去了。人在这里，这家伙是真的蠢，收拾他没有费一点力气。这不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吗？我这座庇护所可是花了10个亿美金打造的，要是连他这么一个人都对付不了，我的钱不是白花了吗？13趁着他们在闲聊的时候，把之前吸收进去的那种高强度催眠瓦斯释放了出来。他们两个说着说着就晕倒在了地上。你醒过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末世之中生存，总得有点保命的手段。现在你好像没有功夫聊这个话题吧？我们不如来谈谈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以后怎样好好的跟我合作，这样才能换取你的一条命。我操！你想怎么样？你不用太紧张，我来的时候你没有要我的命，那我也不会伤害你。你想要什么？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只要你不伤害我的性命。说白了吧，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个安稳的地方生存下去，外面太危险了，物资匮乏，温度寒冷，你这里这么大，多我一个人也不多，对不对？你的目的就是搬过来住，你难道不想干掉我，然后做这里的主人吗？干掉你？我有这个必要吗？现在大家各取所需，我搬过来住，同时也可以为你提供你需要的东西，干嘛非得要打生打死的呢？那都是野蛮人干的事情，我13不会那么做。好，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你先帮我把绳子解开。哟呵，罗公子，你这样就太不懂规矩了。我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诚意，可是你呢，都不表示，让我如何相信你啊？你想要什么东西？这个房子里的东西我可以让你随便挑。那些东西我都不缺，为了表示你的诚意，我希望你把这栋庇护所的使用说明书交给我，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彻底相信你。罗毅的脸上出现了犹豫的表情，13不给他思考的机会，直言说道：如果不是这样，我无法保证自己能安全的在这里生活，只是使用说明书而已。再说了，就算你不给我，我自己花点时间也能摸索出来吧。那恐怕你还是很难做到的，这栋庇护所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控制。罗公子，我可是一片诚心跟你谈这件事情，如果你愿意合作，我们就好好相处，你也不要把我给逼急了，我就弄死你。你别急，我问你，如果我答应把这个庇护所的使用说明书交给你，你能保证不嘎我们吗？我说过了，我13不是乱嘎无辜的人，而且以后雪灾度过之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罗公子你的朋友。他相信了13所说的话，因为此时他没有别的选择，13随时都可以嘎掉他。罗毅把庇护所使用说明书交给了13。现在你可以给我松绑了吧？别急嘛，我这就送你们2个上路。13掏出手枪就是2枪，2个人立马领了盒饭。从现在开始，这栋庇护所的主人正式变成我13了。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翻脸不认账，一言不合就嘎人。许浩，拿着这些食物滚蛋吧，这些食物够你吃1个星期的了。许浩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希望那只是他出现了幻听。13大哥，我没听错吧？明明我帮助你得到了这座奢华又安全的庇护所，你为什么不让我留下来？你不能待在这，拿上我给你的报酬，离开这里吧。13大哥，你答应过要留下我的，你亲口答应过我的。哟呵，我是答应过你没错，但是我可以抵赖啊，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应该明白口头协定是最容易反悔的，过去都是如此，更别说现在了。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说话不算数，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不要你给我为的什么，只要你保护我活下去就行了，这个条件你都不能接受吗？你这个样子以后会孤独终老，没有任何人会信任你，陪在你身边的。哦，那又怎么样？起码我还能活着，可是因为心软害自己丢掉性命，我可就什么都没有了。走吧，这些食物省着点吃，够你吃1个月的，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想办法活下去，我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不行，我不走。哟呵，非要逼我做到这一步吗？我希望咱们俩可以和平的分开，而不是让我用枪指着你的头。我不能走，我身上还有你下的毒呢。根本没有什么毒药，不过是带颜色的常规药物罢了，
你死不了。许浩一脸惊讶，又一次的被13给骗了。那你也不能赶我走，你怎么能背信弃义？我帮你打下了一个庇护所，你就给我这么点东西，这远远不够。可是你别忘了，你也欠我一条命。什么？哪有的事情？当然有，在小区里的时候，你原本应该被我打死的，但是我没有打死你，你不就欠我一条命吗？现在我用你的一条命和这些食物作为酬劳，你赚大了，快走吧，走得晚了，说不定我就改主意了。好，我走。13，你不讲信用，早晚有一天你会遭到报应的。许浩咬了咬牙，一脸不甘地朝着通道走去。13犹豫了片刻之后，举起 98K 对准了许浩的西瓜，就是一枪当场领了盒饭。愤怒并不能让你变得强大，要有实力才行。我原本打算让你活下去的，可是你为什么要自己找死呢？我已经放你走了，所以我不算是忘恩负义。那个时候我们俩就两清了，谁让你后来威胁我，我赶你也很合理。13刚出来这座庇护所，却被一个温柔的声音给叫住了。请您务必等一下，我有些话想要对您说。听到那个奶声奶气的夹子音时，13彻底确认眼前的那人是谁了。他的眼睛里露出意外而惊喜的神色。你是杨幂？是我已经3天没有吃过饭了，你能不能带我走？我不想死在这里。现在这种环境下，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你想让我带你走，你需要给我一个饱满而充分的理由。我只想要一口吃的，只要你愿意给我，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行吧，那你跟我来吧。13打消了回岳麓小区接回周可儿的念头，又回到了庇护所内。这里不是罗伊的家吗？现在这里是我家了。总之你记住，这个地方现在的主人是我。我能不能借用一下这里的浴室？可以，你随意。你一定累坏了吧？来，我帮你按摩，你躺好。我本以为你是个好人才跟你过来的，你怎么能对我做这种事？13也不和他说什么废话，直接把他扑倒。我要出去一趟，你先在房间里面好好待着。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一个人害怕。你不用担心，我只是出去接个人过来，很快就回来。那好，你快去快回。13转身正欲离开，忽然之间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幂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我在老家有一个朋友，人对我挺够意思的，但是他被坏女人给骗了感情，如今身心都需要异性的安慰，我想给他找个伴，这才问问你，毕竟你在贵妇圈的人脉还是比较广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你那个朋友不会介意吧？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好啊，我那个朋友40来岁，他个人更喜欢成熟一些的女人。如果是这个要求的话，那就好办了。事情你都清楚了吧？我知道你是给我找了一个家，对吧？我没什么意见，只要他对我好就行。那行，你跟我走吧。13在回岳麓小区的路上被4人4狗打劫了。大姐，把车和女人留下来，你可以滚了。13冷冷地看着他们，将每个人和每条狗的位置收入眼底，然后他迅速地掏出手枪，对准了那些人。几位兄弟，借个路，我不想惹事，你们也别过来找死。哟呵，这里是我们徐东村的地盘，你想过可以，我们得收个过路费，车子跟女人你得留下一个。13没想到这群人这么野，难道当他手里面的枪是摆设？我操！你们看不到我手里有枪吗？多少给我点面子吧。你在吓唬谁呢？我们4个人，4条狗，你的枪里面有几颗子弹？把女人跟车子留下，可以放你一条活路，不然你试试看。那就是没得谈喽，这可是你们逼我的，可怪不得我了。13突然之间出手，枪对准4个人的西瓜，连发4枪。这4个人连挣扎一下都没有做到，瞬间立马领了盒饭。那4条狗朝着13与周海美就吼叫着冲了过来，开枪已经是来不及了。13在自己的面前打开了异空间之门，狗叫声迅速的消失在了原地。13，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动静太大，很快就有人找过来的。13离开之后，很快来了一批人，一群徐东村的人看到4具昆体，眼睛里露出了无比悲痛的神色。我早就说过了，遇到不明来路的人不能急着出手，这下子可好，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旁边的徐满金看了看周边，却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狗呢？狗都哪去了？不对劲啊，这也太奇怪了。那个人很有问题，他有雪地摩托车，身上还带着枪，肯定不是一般人。徐大海阴沉着脸，这一次是他带队出来的，
现在人死了，宝贵的狗也丢掉了4条。回去之后，他很难跟村子里的人交代。不管怎么样，赶我们徐东村的人，这件事情不能这么了了。事情有些诡异，那个人说不定和春雷一样有超凡的本领。我们还是回去请村长拿主意吧。全球冰封末日求生，因为保安大叔为13挡过子弹，13想要给保安大叔送一个老婆。保安大叔，你要老婆不要，只要你开口，我就把老婆给你带过来，保证让你满意。保安大叔是40多岁的老光棍，没钱娶老婆，找一个女人暖被窝可不容易。此时听说13特地帮他找了个老婆，保安大叔简直乐开了花。当然要了，人在哪呢？快让我看看。就在外面呢，我带你过去看看。保安大叔闻言，反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13啊，我们家啥情况？你跟他说了没有啊？此时13心里面也无语得很。保安大叔，你不愧是40多年的老光棍，这种时候还不好意思？你不光棍谁光棍啊？没事，情况他都了解了，人家愿意跟着你过日子。很快二人来到了客厅，保安大叔看清楚周海美的样子，一时间有些疑惑，不过马上就想到她是谁，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你难道是周海美？你好，你是保安大叔吧？保安大叔飞快地点头，像是个无情的打桩机器。二位今天就算是认识了，以后在一起过日子，彼此之间互相关照，帮对方解决各种方面的烦恼，事急从权。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栋房子就作为你们的婚房，你们踏踏实实的住在这里，我和周可儿暂时搬出去，不打扰你们的2人世界。而且从保安大叔那兴奋的眼神当中，13看得出来他很希望与周海美2人单独交流。而保安大叔听说13要把房子留给他住，还有些不好意思了。13，这我怎么说才好呢？这房子是你的心血啊。我找到了新的住处，这里空着岂不是浪费吗？你住在这里，就算是帮我看的家了，我也放心。走之前，13又把厨房塞满了，这些食物起码够保安大叔2人吃上2个月。保安大叔和周海美2人把他们送到了楼下。临走的时候，13看了一眼那辆雪地摩托车，13微笑着对保安大叔说道：以后自己出去找食物，没有个交通工具可不行，这辆车送你了，以后有空也可以去我那里玩。不行，这绝对不行。13，你给我的东西已经太多了，我不能再要了。你得为将来着想。可是你把这个给了我，你怎么办？我随便一点就可以了。13打开异空间之门，顿时在雪地上出现了一辆4轮的雪地车，是雪地车，而不是雪地摩托。好家伙，你管这玩意叫随便？保安大叔，我忍痛割爱，把心爱的摩托给你了，也只能勉强开一开这个。我是真不爱这玩意，耗油量太大了。不过没办法，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我好牛逼！啊，对，这就是空间系能力者的优势嘛，真让人羡慕。13在开车回新庇护所的路上，却被一人操控的一道龙卷风拦住了去路。13打开异空间之门，把那道龙卷风收入其中。怎么回事？我操控的那道龙卷风不见了。本来势在必得的一击，怎么就突然之间消失了？他无法理解，因为操控那道龙卷风对于他而言消耗也不小，身体被掏空了一样。春雷，你还好吗？我没事，只是这个家伙果然不好对付，他肯定也是能力者，而且我搞不清楚他的能力。我们快撤！13下车后，举枪对准那3个人就射击。我操！他手里怎么会有突击步枪？距离太远了，打不着啊。于是他把自己那把心爱的大狙掏了出来，对准了3人当中中间的那一个。那个人的身上红外反应格外的明显。徐春雷似乎提前察觉到了危险，他右手在面前狠狠一挥，一道龙卷风再次出现，遮挡住了13的视线。而13打开了次元之门，徐春雷使用在他身上的龙卷风被13还了回去。他怎么会用我的技能？难道他是复制忍者卡卡西吗？2道龙卷风迅速碰撞到了一起，瞬间爆炸，2道龙卷风消失在了原地。有本事的话，你们就追过来找我报仇，不过下一次可就是在我的主场了。13没有恋战，而是驾驶着雪地车迅速的离开这里，朝着新的庇护所开去。带着周可儿来到了新的庇护所，很快2个女人碰面了。怎么是你？你们俩是什么关系？你们2个认识吗？她是我表姐。13他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巧，自己救下来的2个女人还是表姐妹。可是看你们俩的关系，似乎有点僵硬啊。是有些矛盾，因为他的事情，圣经上层的圈子里很多人都在嘲笑我们周家，
甚至我自己也没少因为有个戏子表姐而被人拿来开玩笑。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可是我喜欢演戏，喜欢被人众星捧月的感觉，有错吗？你要是成名成家也就罢了，偏偏又是靠着身材出名，自己为什么能火？你心里面没数吗？关键时刻还是13站出来打圆场。过去的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这里以后没有什么书香门第的小姐，也没有什么顶流花旦，你们只是共患难的邻居。第二天，一个陌生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13思考了一下，然后挂断了电话。可没想到，很快那个电话又打了过来。你是谁？为什么一直打我电话？那个人没有回答13的问题，而是自顾自地开始说出了13一些信息。13，天海市金湾区人，家住岳麓小区25号楼2401房间，出生于2025年，今年25岁。他准确无误地说出了13的个人资料。13此时更加的确信，对面一定是个顶尖的黑客。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有人会通过网络的方式获得他的个人资料。你这个人原来是变态啊！竟然暗地里调查良家少男，好恶心！我还知道你现在就住在云雀庄园101房间，那栋房子是属于罗毅的，他已经让你给嘎了吧？我靠，牛逼！你是谁？找我又有什么目的？我是你现在的邻居，我就住在云雀庄园。不过你最好别打歪心思，否则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将你的信息曝光出去。我想你也不希望自己住在这里的事情被其他人知道吧？哟呵！你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说这些吗？说吧，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很简单，我看到你手里的物资不少，而且还有多余的物资养女人，所以希望你能够分我一部分罢了。分给你？凭什么？你觉得就凭你手里的这些东西，能让我给你送物资？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信息曝光出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要是不怕死的话，就尽管曝光出去好了。可是，如果让人知道你手里有沃尔玛仓库丢失的那些物资，你觉得这件事情又会怎么样呢？你在说什么东西？沃尔玛的仓库失窃，丢掉的可是整个巨型仓库的物资，你该不会认为是我一个小主管干的吧？跟我你就不用玩这种鬼心眼了。那次仓库失窃跟你肯定有重大的关系，哪怕你不是主谋，但现在你的手里也一定有大量的物资。那么大的一座仓库，即便你只摊没了一个货架，都够你用上1年了。我也不怕告诉你我的名字，智云集团陆丰达，这个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13何止是听说过，简直是如雷贯耳。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被这样一个人物给盯上了。不过如果是他的话，那这一切都变得合理了。陆丰达，智云集团董事长，国内信息领域首屈一指的大佬，这样一个人物想要破解自己的手机，简直是轻而易举。原来是陆先生，久仰久仰，怪不得可以黑进我的手机。为了生存，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13，你手头的物资不少，既然能够养活2个女人，那多养一个我也不是问题。只要你提供给我维持生活的物资，我就帮你保守这个秘密，而且我还可以帮你维护网络安全，让你不再被人黑。你看怎么样？陆先生，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你以为我一个小主管有那么大的能力吗？13，我活了那么大岁数，见过的事情比你想象中都要多。你以为我没有凭据就会这么说吗？告诉你，通过你的手机网络，我可以得到很多有关于你的情报。你的手里一定有沃尔玛仓库失窃的那批物资。该死的老东西，我一定要把你给宰了！13知道事情藏不住了，只能冷冷地说道：“我手里的确有一些物资，但是大部分都被我卖了换钱。毕竟家里空间不大，不可能存放太多东西。”那不重要，只要我将消息散布出去，你的日子肯定就没那么好过了。所以我的要求你答不答应？好，我可以提供给你一些物资，但是这件事情你绝对不可以有半点泄露，否则的话，我先嘎了你。你放心，我也不蠢，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大家合作愉快。全球冰封末日求生，世界顶级黑客威胁13给他送物资，不送物资就向全世界曝光他搬空沃尔玛仓库100亿物资的消息。13，你的东西准备好了吗？13有些不耐烦，语气很差地说道：“你急什么急？真以为我手里物资很多呀？该死的！要不是你手里有我的把柄，我真想弄死你！”愚蠢的小子，你弄死我，你也活不了几天。我告诉你，最好不要打我的主意。一旦我死了，不出24个小时，你的情报就会自动发送到全世界每个人的手机上。算你狠，你等我一阵子，我会给你送过去的。13按照陆丰达的要求，
把需要准备的物资放进一个帆布包里面送到了他门口，而13躲在了附近的树上，等他出来随时拿起 98K 干掉他。做好了一切准备以后，13掏出手机给陆丰达发了条消息：东西已经放到你的门口了，你出来取吧。我这就出来，你最好别打什么歪心思。13等陆丰达出来的一瞬间，就拿起 98K 对准了他的西瓜，就是一枪当场领了盒饭。打掉陆丰达后，13来到了他的房间，找到了那台可以定时发送信息的电脑，第一时间把它摧毁了。不过消息还是被发送了出去。徐春雷在手机上看到了一则新闻，通过这场沃尔玛仓库失窃案，终于明白了13的能力。我明白了，他肯定是空间系能力者，而沃尔玛仓库丢失的所有物资极有可能都在他的手里，我的能力完全被他克制，根本打不过他啊。徐春雷意识到自己与13实力的差距，心中产生了畏惧的想法。我以后绝对不能和他作对，最好是能跟他交个朋友。对了，不光是我，还得警告全村的人，以后都不要去招惹他。徐春雷为了防止村民们干傻事，徐春雷当即从自己家走了出去，然后找到了徐东村的村长，也是他们徐家的族长徐东升。三爷爷，出大事了，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你。哦，什么大事啊？三爷爷，这个13非常厉害，他的能力也克制我，咱们千万别跟他产生矛盾啊。你是说，当初闹得沸沸扬扬的沃尔玛仓库失窃案，实际上是他干的，而且那丢失的价值100亿的物资也在他的手里？根据我的分析，这种结果是最有可能的，除非是空间系的能力者，否则根本做不到在短时间内搬空一个巨型仓库。如果可以把这些物资给我们徐东村的人来用，那得用多少年能用光啊？徐春雷听到这里，才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他心头一惊地说道：三爷爷，可千万不敢去打他的主意啊！春雷，你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太小了。咱们徐东村可是有几百户人家，算上整个徐家镇的人更是有数千户，难不成你以为我们这么多人都奈何不了他一个人吗？可我能够感觉到那个人非常的危险啊！我心已决，你不用再说了，到时候你只要听我的命令行事就好。徐春雷头皮发麻，这样的结局不是他想要的。想到13的能力，他也是畏惧不已。徐春雷非常的怕死。我不会去跟那个人打的，我打不过他，我打不过他的。徐春雷，你还是不是我们徐家的人？这种时候你竟然当逃兵！我的能力也被他给克制了，所以我去不去也没有关系。三爷爷，我不想死。没用的东西，我们徐家那么多人才，少你一个人也能办得成事，给我滚！他当即把徐家几个分支的话事人喊了过来，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了他们。大家伙一听附近还有这么大一个人，都兴奋的脸上像是开了花。原来那个小子叫13呢，就是他嘎了我儿子，我早就想找他报仇了，这一回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如果他手里真的有那么多物资，足够我们徐家人用上几10年都不成问题。大家伙迫不及待的就要回去召集族人，然后前去找13借粮。村长到时候让春雷先过去，让他那个龙卷风冲一下，普通的房门玻璃根本挡不住，咱们有春雷这个重要战力在，可就有大作用了。这一回春雷他就不去了。什么？春雷不去？这不太好吧？他一个人能顶得上100来个人的作用，他要是不去的话，别的不讲，那13手中有枪，得打死我们不少人啊！三大爷，您是族长，这件事情您可不能纵容他啊！行了，都给我住嘴！春雷他是上一回跟13打的时候受了内伤，那13是个高手，内功深厚。别看春雷表面没什么事，实际上伤得很重，他得在家里疗养一段时间。所以这次行动我们就不带上他了。虽然徐东升有些看不上徐春雷的懦弱，但毕竟那是他这一脉的子孙，他总得偏袒一些。其他人虽然还有怨言，可是族长的面子不得不给。再想到全族几百号男丁在，对付一个区13肯定不是问题，大家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徐东升的目光变得严肃起来。家里边藏着的猎枪、突火药全部拿上，对方毕竟也是个异人，咱们千万不可大意，要以最低的伤亡来打赢这场仗。第二天，全村几百号男丁都拿着武器在村口的广场上集合，密密麻麻一群人，大家平日里并不会缺少食物，所以精神头都非常饱满，准备一举拿下13。全球冰封末日求生，一个村子上千号人盯上了我一空间的物资，准备强攻一举拿下我。可他们不知道我提前在庇护所周围埋下了大量的陷阱，很快的前面探路的人就中招了，脚底下踩着一块木板，而木板上面全都是密密麻麻的锋利钢钉。我操！卑鄙小人，既然在雪地里放了陷阱，快去通知其他人，路上小心一些，地上有钉板，别再中招了。
这支队伍的领头当即让人通知所有人，徐东升坐镇后方负责指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即下达命令：小心行事，那个男人已经有准备了。不过这种小儿科的陷阱可难不到咱们，让大家缓慢推进，用棍子先探路，把那些陷阱给清理掉。不过这一切都被13看在眼睛里面。真以为自己很聪明是吗？第二波陷阱也该发动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手中的棍子感觉到一股之掌的阻力，似乎碰到了绳子，埋藏在雪中的钢丝被触发了。剧烈的爆炸声响起，当场一群人领了盒饭，而且这边的动静也让其他队伍的人心神不宁。又有一个人不小心触发了手雷陷阱，当场又被炸死10几个。有炸弹啊，不能再往前走了。村长，把春雷喊过来吧，这还有100多米的距离，不知道雪下面有多少陷阱，必须得叫春雷过来才行。徐东升的表情有些难看。当初徐春雷求他不要进攻13的庇护所，他痛骂徐春雷懦弱，而且放下狠话，不需要他徐春雷，徐东村照样可以拿下这座庇护所。可是现在第一波进攻就让村民们不知所措。庇护所的2楼，13手中抱着大狙，也在默默地等待着。那个艺人怎么还不出手？快点过来吧，我好嘎掉你。徐东升这边面对村民们给他施加的压力，他的老脸也挂不住。此时让他去求徐春雷，他咬了咬牙，实在是做不到。徐东升呵斥道：怕什么？没有春雷在，咱们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吗？这小子也忒歹毒了一些，竟然在房子周围布置了如此多的陷阱。大家伙不要着急，咱们一步步前进，把所有陷阱都给他拆掉。他人就在这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怕他干甚？可是雪地里面都是陷阱，还有炸弹，咱们怎么破这个局？这时候有人还是提出了谨慎的质疑：还是喊春雷过来吧，靠他的本领，只需要稍微出手，就可以把这片雪地清理得干干净净，什么陷阱都能暴露出来。周围的村民对他的想法十分赞同。徐东升的脸色慢慢变得很难看。作为徐家的大辈，一村之长和一族之长，他非常顾及自己的颜面，让他低头去请徐春雷过来，绝无可能。哼，都是一群没出息的东西。看来咱们村除了春雷，其他人都是孬种，胆小怕事的软骨头。谁要是害怕的话，就滚回去好了，省得丢我们徐家的脸。徐东升这一番怒骂，顿时让面前的徐家汉子们又羞愧又愤怒。三爷爷，我们不是孬种，有什么好怕的？我这就去把那个13抓起来，让你们瞧瞧。村子里的年轻男人们热血上冲，拿起工具就扭过头去清除陷阱。徐东升看到这一幕，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就对了嘛，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只要小心一些，这种小儿科的陷阱根本啥也不是。庇护所2楼，13亲眼看着他们的一切举动，心中也是暗自留意。凡人的智慧果然是强大的，这种方法可以让大部分区域的陷阱都失效。不过高科技的装备就不是这种小儿科的手段能克服的了。徐东村的村民们陆续前进，通过扔石头铺路的方法，让他们又清除了一部分的陷阱，甚至连手雷陷阱都被引爆了4、5处，这让他们信心倍增。徐东升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好，就这么继续往前进，猎枪队的人跟上，13是肯定已经发现咱们了，如果他敢开枪，马上就还击。放心好了，只要他敢露头，我一准把他的西瓜打一个窟窿。2楼庇护所暗中的13如同一个老猎人，在等待着猎物进入他的陷阱当中。人群靠近庇护所不到50米，然后他果断地按下了手中的电子按钮，引爆了定时炸弹。这一炸，几十号人当场领了盒饭。这种地雷要是更多一些就好了，这样就能把这些人全都给炸死，省得让他们受罪。而还活着的人也被这一声剧烈的爆炸吓傻了。一个精神失常的年轻人跑过来，对徐东升说道：三爷爷，他们全都死了，都死了。徐东升听到他的这番话之后，大脑缓慢的开机，却是2腿一软，直接瘫倒在了地上。死了那么多人，他作为族长也是这起行动的发起人，难辞其咎。徐东村的人本来还指望着村长能拿个主意，没想到村长都精神不对了，他们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没有人指挥的情况下，只能惨叫着乱跑。而越是乱跑，死在陷阱中的人就越多。13立身于黑暗，瞄准那些没有倒下的徐东村村民，枪枪爆头，毫不留情的嘎掉。很快被他亲手嘎掉的徐东村村民已经来到了26人。这个时候，周围的人才发现不对劲，一个村民大声吼道：有猎手！手持猎枪的村民急急忙忙的举枪瞄准，可是他们没有8倍镜，完全找不到13在哪里。13看到有人举枪，毫不留情的优先嘎掉那些枪手。徐东升眼见着村民们一个个倒下，许多都是自己的老弟兄和子侄，徐东升肠子都悔青了。他又回想起了徐春雷当初劝他的话，当时的他压根没有拿13当一回事，可是现在他才明白自己是有多么的傲慢与自负。徐东升抬起手，狠狠抽自己的嘴巴。他不是人，他是鬼呀！我们不过是想要他的物资，他却嘎了我们几10口子人，我该死啊！我就是徐家的罪人，
我不该不听徐春雷的话，再不济把徐春雷带过来也好。为了这张老脸，我害死了徐东村上百口子。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打算嘎光今天过来的所有人，一个不留。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道血龙卷，遮挡住了13的视线，如同洪流一般横亘在庇护所与徐东村的村民。怎么现在才来啊？徐东村的那名艺人果然忍不住出手了。大家快走，我坚持不了多久。村民们如梦初醒，这一次进攻彻底失败了，他们死伤无数，继续打下去，谁知道对方还有没有别的手段等着他们？村民们纷纷逃命。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等那道血龙卷消失后，13驾驶着雪地车追了出去，然后手中拿着突击步枪，开始朝撤退的人群扫射。一次性就嘎了7、8个村民，有些村民在其他人都拼命逃跑的时候，他却面朝着13，举起了自己的双手投降，祈求13放过他们。13瞄准他们的西瓜，当场领了盒饭。徐春雷也很聪明，把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的。13索性调转枪头，开始去嘎那些村民，一枪下去，3个挤在一起的人全都被贯穿，当场领了盒饭。春雷，你快想想办法！徐春雷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利用自己的血龙卷，掀翻了13的雪地车，没了雪地车，13就无法追击村民。要不是有那个艺人在，你们今天所有人都要被我嘎掉。13愤怒之下又开了2枪，随即干掉了2个徐东村的村民。等到他们的身影彻底消失，13才肯罢手。战斗结束后，13回到了庇护所，见到13回来，周可儿问道：“13，怎么样了？有没有抓住上次袭击我们的那个艺人？”没有，那个家伙很猥琐，一直不敢跟我正面对决。他那种能力用于逃命太恶心了，不容易干掉他。村民们仓皇地逃了回来，狼狈不堪，许多人已经被惨状吓破了胆子，双眼无神，倒在雪地里。徐春雷叹了一口气，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不愿意面对这些悲痛的村民们，可是没过多久，就有人闯进了他的家里。徐春雷，你躲在这里干嘛呢？快跟我过来，三爷爷快不行了，他要见你呢。一听说三爷爷徐东升快不行了，徐春雷也是吓了一跳，赶紧去了徐东升的家。看到徐春雷过来，徐东升的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春雷，你来了，都怪我没有听你的话呀，要不然咱们徐家的族人也不会死那么多。可现在我才明白，之所以我们村子厉害，是因为有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徐东升此时幡然悔悟，只可惜为时已晚了。他看着床边憨厚的孙子，拉着他的手说道：家族里的那些人，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要埋怨就埋怨我这个老头子，这件事情不能怪我们这些普通人，哪里斗得过那些有大本领的艺人？他们现在都死了家里人，或许会对你说些不好听的话，希望你不要怪他们，毕竟我们都是同宗同族，在这种时候得互相帮扶才能生存下去。徐春雷闻言，心中也是有些感动，他点头说道：三爷爷，我知道，我不会放在心上的。我快要死了，临走之前只是放心不下徐家，怕我们这个家族断绝了血脉，所以春雷，三爷爷临走之前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够保护好徐家。三爷爷，你说什么呢？你的身体好好的。春雷，爷爷走了，以后徐家就托付给你了，你出去吧，我累了，让我睡一会儿。徐东升双眼一闭，永远的睡了过去。徐春雷回到家里，思索着应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危机。2次的交手让他深深认识到了13的可怕，因此徐春雷本能的在心里把13想象成了一个嗜血的大魔头。13这一次他肯定动怒了，说不定以后就会来袭击徐东村、嘎光村里的所有人。我可是答应过三爷爷保护村子，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徐春雷可不敢去跟13硬碰硬，思来想去，他认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就是2个字：和谈。我真是个天才，这么危险的想法我都能想到。不过为了保护整个徐家，我豁出去了。他连忙拿起手机，开始寻找13的联络方式。就在这个时候，13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接通电话，电话那头一个激动的声音传来：13，你好，我是徐春雷，谢谢你接我的电话，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有话想要跟你聊聊。徐春雷，姓徐，你是徐家镇的人？确切的说，我是徐家镇徐东村的人，不过那个都不重要了。我这次打电话给你，是希望和你好好谈谈，咱们以后不要再发生冲突了，和解怎么样？13听了之后不屑地说道：和解？你跟我开什么玩笑？从一开始到现在，可都是你们一直在跟我挑事，怎么现在打不过了就想求和？这个世界上哪也没有这种道理吧？
电话那头的徐春雷顿时紧张了起来。实际上现在他的内心非常恐惧，把13看作是一个强大的恶魔。不，我的意思是希望得到阁下的谅解，这一切是我们村子做的不对，可是就看在我们未对您造成伤害，而且自己伤亡惨重的份上，您能不能宽恕我们？为了表示歉意，您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我能不能问你一句，你可以代表徐东村跟我来谈吗？能，其实我就是那个跟你交手了2回的艺人。徐春雷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得到13的重视。原来是你。对，没错，就是我。13，你觉得我有没有资格跟你谈判？如果是他的话，的确有谈判的资格。徐春雷是13在徐东村唯一有所忌惮的人物。哦，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我同意和解，你们徐东村能够满足我任何要求喽？只要不是特别让我们为难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那好啊，我想要的东西就是你徐春雷。能让13念念不忘的，自然是徐春雷的异能。如果可以把这个艺人拉拢成为自己的小弟，以后可是有巨大的用处。你不要这个样子，我是个直男。白痴，你想什么东西呢？我是说，我对你的异能很感兴趣。这样吧，如果你是真心想要和解的话，就亲自过来一趟，让我看看你有没有与我和解的资格。说到这里，13加重了语气。否则的话，3番2次对我的骚扰，我可不会容忍。你的能力对我无效，灭掉你们整个村子毫无难度。13故意吓唬徐春雷，果然他成功的把徐春雷给吓到了。不要，就算是灭掉我们徐东村，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啊！而且你也不要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准备。哟呵，准备？我倒想看看你们拿什么来放我。别忘了，我有狙击枪，只要我愿意，根本不用靠近就能一个个嘎光你们徐东村的村民。除非从今以后你们一步也不要出门。等一等，13，你先不要激动，我们再谈谈好吗？总之我就一句话，在我眼里，只有你徐春雷有资格来跟我谈，来或者不来在于你自己。现在就给我你的答案，来还是不来？你不来的话，我很快就嘎过去。徐春雷已经彻底失去了节奏，内心当中13留给他的阴影无限的放大。我去还不行吗？那好，那你下午2点半的时候过来吧。全球冰封末日求生，徐春雷经过和13一番谈判后，决定做13的小弟。徐春雷，你以后只要好好跟着我干，我保证你吃好喝好，衣食无忧。13大哥，我以后肯定跟着你好好干。13心中有些疑惑，他顺便问了一下徐春雷觉醒异能的情况。你是什么时候觉醒异能的？觉醒异能需要什么条件？我也不知道，我妈走了以后，我自己也不想活了，但是我不敢自杀，就只好躺在床上，希望把自己饿死算了。这个愿望很容易实现，毕竟那时候我们家的食物也吃光了。这么说，你是快要饿死的时候觉醒的喽？徐春雷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一脸尴尬地说道：那倒不是，躺在被窝里面还是很暖和的，因为一直没有饿死，就想着临死之前不如让自己再快活一把。过去我爸妈老是告诫我说，奖励自己多了伤身体，有损阳寿，可我都不想活了吗？那就不在乎什么损伤，所以就奖励自己，奖励的稍微多了一些。13一脸吃惊，他似乎明白徐春雷是怎么觉醒异能的。你奖励了自己多少次？我记不清了，大概30几次吧，冲的我都没有知觉了。然后在我失去意识以后，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那种感觉很爽，很奇妙。竟然有人是快要冲死的时候觉醒的异能，说出去简直都没有人会相信，也只能说每个人的机缘不一样吧。你先回去吧，有什么行动我会通过手机告诉你的。可儿，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忙。你和13在一起时间那么久了，说话肯定比我好用。我明白你的心情，可是我太了解13了，他不会去做这种事情的。但是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她也是你妹妹啊。可是现在那边情况我们都不了解，13是个谨慎到过分的男人，这也是他能带着我们活下去的依仗，他不会帮这个忙的。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试一试，又怎么会知道行不通呢？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试。你打算怎么做？女人最好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身体。说白了，你就是想要去勾引他，对吧？哪有啊，我也是为了欣欣。你就说这件事情，你帮不帮我吧？我才不会干那种事情呢，多羞耻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偷偷做些什么事情。就在2个女人议论着怎么应付13的时候，13来到他们身旁，这一切都被13听见了。其实你们不用藏着掖着，我这个人还是挺开放的，下次真有这种想法，大可以当着我的面。
13，我们只是在聊一件家里的事情。跟我说说吧，我希望咱们3个人之间不要有秘密。是不是你们在远方还有什么亲人活着，要接你们过去一起生活呀？不是，而是他遇到了危险，希望我能够去救他。13，求求你帮帮我这一次吧，我现在就找到这么一个家人，我不想失去他。13，我知道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他是我们的亲人啊，如果让我们眼睁睁看着他去死，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你们让我去救人，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你们不知道吗？我的信息已经暴露了，不知道多少人觊觎我手里的物资，还有这座超级庇护所。离开这里就意味着去外面冒险，我会为了一个陌生人做这种事情吗？13，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啊，只要你答应救他，那我以后随便你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满足你。此话当真？那你同意吗？二女一脸期待地望着13，13深吸了一口气，正打算拒绝，这时候杨幂说道：我妹欣欣她的腿一直不好，这么冷的天气，她在外面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一想到这里，我的心都在疼啊。13她记得这个名字，杨幂之前曾经提到过，她有一个堂妹叫杨欣欣，这个女孩就在天海市的一个贵族学校念书，18岁，人长得特别漂亮，而且是个顶级的黑客。好了，你们不要再说了，她既然是你们的妹妹，那就等于是我13的妹妹，如果她遇到了危险，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13，太谢谢你了。怎么？难道在你们的眼里，我13就是一个唯利是图、不讲一点人情味的人吗？你们想错了，我的冷漠只是对其他人的表象，而对身边的人，我格外的珍惜。两个女人一脸的感动，心中对于13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可儿连忙说道：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我知道你是个面冷心热的男人。13，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哦，就一次，你是在小看我？能几次，那就看你的本事了。折腾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13就把杨幂和周可儿叫过来，一起讨论营救计划。跟我好好说说，他那边目前是什么情况？欣欣被困在天青学院里了。天青学院是天海市首屈一指的贵族学校，不对外开放，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了解。这所学校是从幼稚园到大学一体化的，只培育权贵的子女，也会招收极少数的天才。里面的人毕业之后，无一不是政商两界的种子选手。如果是在学校里的话，她一个双腿残疾的女孩，又是如何活到现在的呢？天青学院都是有自己的特供食物渠道，仓库里面储存的食物也非常的丰富。欣欣他们躲到了学校的食堂，因此才没有被饿死。这一点也能说得过去，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如果她能够联系到外界的话，为什么之前不联系你，而是要等到现在？当时我光顾着担心了，没有来得及问他。我现在给他打一个电话吧。13点了点头，静静地看着他。杨幂当着13的面开通了外音，然后拨通号码。你是谁？欣欣，我是姐姐啊，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快告诉我，姐姐很快就过去找你。我在学校食堂这边，很危险，带我离开，有怪物。电话突然被挂断，只剩下忙音在焦急地回荡着。13，快去救救我妹妹吧，她现在一定很危险。放心好了，我说过会去救她，就一定会去的。不过在这之前，我要把我2个艺人帮手带上。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把保安大叔和徐春雷2名艺人召集在了一起，随后开车前往天青学院救杨欣欣。此时，学校里的一个体育馆中，还有一群学生在这里避难，大家3、5成群的聚成一团，脸上都是憔悴、惶恐不安的神色。刚刚照顾他们的老师去仓库找食物了，留下他们在这里休息，而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杨欣欣，哪怕什么都没做，都被当成累赘，甚至一些人把朋友的死算在了杨欣欣的头上。别人都死了，凭什么你一个残废还能活着？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的存在，才害死了大家？每次逃跑都得带上他，真是麻烦死了。梁老师也真是的，干脆让他去喂怪物不就好了？就是啊，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这个样子，说不定哪天就病死了。我看他就是扫把星，自己不死，反而一直拖累着我们。我觉得他也是个累赘啊，要是他死掉的话，会不会大家不用那么辛苦？他死的话，怪物也不会放过我们啊。但是如果有下一次的话，我们把他丢下来引诱怪物好不好？那样的话，最起码他的牺牲也是有意义的。反正都这个样子了，他还在苦苦挣扎什么？哪怕活下去也是个废人吧。我们保护他够久了，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要不下次别带上他了。我们说有什么用？梁老师每次都舍不得丢下一个人，结果呢？呵，人还不是越死越多。杨欣欣，拜托你赶紧去死好吗？
你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个累赘，好恶心。杨欣欣一下子呆在了原地，她茫然地睁着眼睛，两行泪水就这么直接沿着脸颊滑落。张梦宁，你够了，大家都是同学，你怎么可以说这么残忍的话？陆可然，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这么说话？你这种特殊关照入学的人，也敢跟本小姐顶嘴，忘了你的身份吗？你家里有钱又怎么样？现在这种时候了，你家里再有钱，能救得了你吗？住口！不管什么时候，你和我们之间的差距都是无法抹除的。只要离开这个鬼地方，重见天日，我和你仍旧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眼神狠毒地望着杨欣欣，一边用手指着她。杨欣欣，就是因为你拖累了大家，所以我们现在才死了那么多的同学，你就该赶紧去死，不要再苟活着了。杨欣欣眼中泛着泪花，被张梦宁如此恶毒的咒骂，她没有一句反驳，只是低下头哭泣。张梦宁，欣欣她也是人，她也有活下去的权利，你凭什么这样说她？其他人的死怪不到欣欣的身上。一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残疾，的确会拖累我们大家，所以张梦宁说的没有错，你的确是个累赘。过去大家看在同学的份上不丢下你，可你也不应该如此不识趣啊！仗着自己残疾就道德绑架我们吗？这么做实在是太下头了，真的。此时13来到了天青学院，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一只黑色变异猫静静地站在雪地上，眼睛死死盯着他们，地上还有一些学生的昆体。这是变异生物猫妖。13的瞳孔猛地一缩，那黑色变异猫在雪地中快速移动，速度丝毫不慢，甚至可以说快若闪电。它朝着13就冲了过来，13拿出步枪疯狂扫射。那只变异猫速度太快，13根本就打不到。13毫不犹豫，直接收起步枪，换上了大狙。那头变异猫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瞬间消失不见了。13，那只变异猫它哪去了？难不成它也掌握着空间系的异能吗？不像是，如果它有这种能力的话，刚刚就应该使用出来了。有这玩意在附近，我们想要找到人，怕是会很麻烦。可是，如果这怪物一直在附近的话，学校里不应该有活人才对。13大哥，你得到的情报真的准确吗？有一件事情你们刚刚没有发现，这个家伙一开始没有想伤害我们。走吧，我们跟着那只猫妖，很快就能找到杨欣欣的。很快13就找到了这只猫妖，一名异人女子和那只猫妖正在激烈的打斗着。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不是学校里其他的幸存者，一定是外界过来的。凯尔，过来帮我对付这头怪物。徐春雷闻言，当即就抬起手准备出手，可是他的手却被13给按住了。不用出手，看他的样子应付起来并不困难。走，我们先去救人。13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坐轮椅的女孩，他看过杨欣欣的照片，认出了她来。还好你还活着，我叫13，是你姐姐杨幂和周可儿让我过来救你的，跟我离开好不好？好，我跟你们离开。那好，跟我走吧。请等一下。怎么了？还有什么事情吗？能不能请你阻止那只猫妖继续打下去？我怕梁老师他会有危险。只是阻止他们就可以了吗？杨欣欣点了点头，13笑了笑，对徐春雷说道：徐春雷动手。徐春雷得到命令走上前去，右手朝着梁月和黑色怪物发动了自己的异能，瞬间就被徐春雷的雪龙卷吹跑了。梁月气得浑身都在发抖，转过头怒视着13和徐春雷：你们不用谢，大家都是人类，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要不了多久我就和那只怪物分出胜负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错过了这一回，下次他就不会再中计。原来是这样啊，我只是想来帮帮你，怕你输给那只怪物而已。如果不是你的学生杨欣欣担心你受到伤害来求我，我也懒得出手。你这个混蛋！他怒不可遏，拎着刀就朝13冲了过来，那速度如同风驰电掣，绝对不在猫妖怪物之下。明明那么漂亮的女人，生气的样子可就不好看了。说话的同时，13举起手中的枪向他开枪，没想到他竟然徒手把子弹给劈开了。刹那之间，梁月已经持刀来到13的近前，他等的就是这一时刻。次元之门在身前打开，梁月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但是他的速度太快了，根本来不及躲闪。梁月直接消失在了次元之门内。13心中数了2秒，立刻打开次元之门，又把他给放了出来。可是仅仅在异空间待了2秒钟，出来之后的梁月就如同虚脱一般，直接瘫倒在地上。刚刚那是什么？我好心好意帮你，你却对我拔刀，哎，真是个难以理解的女人。13他说着，走到梁月的跟前，把他那把非常漂亮的唐刀一把夺过来，拿在手中。
为了防止你随便生气，这么危险的东西还是我替你保管吧。这把刀既然能够劈开子弹，显然是极品武器，当然得自己留着。梁月气得死死瞪着他，仿佛要吃人。你把龙明还给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来这里的目的又是什么？我受他家人的托付，过来带杨欣欣离开。那你能不能也带我们走？这里太危险了。你看到那只怪物了吗？它已经吃了我们学校几百个人了。我只是来带他一个人离开的，其他人的话，你们应该找你们自己的家人想办法。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不打算带他们离开。几个学生悄悄靠近杨欣欣，然后一把将他挟持住了。你必须带我们都走，否则的话，我们就掐死他。你要是不带我们一起走，那大家都别走了。你们说，这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人？13他的双手已经换上了手枪，连续4枪。杨欣欣旁边的4个学生当场领了盒饭。你竟然嘎了这些孩子！一个个看着也不小了，甚至知道拿同学的性命威胁别人，你管这叫孩子啊？13懒得理他，对杨欣欣说道：“走吧，我带你回家。”那个，你能不能带上我的朋友？13犹豫了一下，一个吃白饭的，他似乎不是很需要。你都会做些什么？我对于车辆的设计维修非常擅长，而且对于枪械也有所研究。如果您带我回去的话，我可以为您改造汽车和枪械，并且我出于兴趣学习过锻刀的技术。如果条件合适的话，为您打造冷兵器也是可以做到的。13承认，这个姑娘成功说服了他，如今他正需要这方面的天才啊。行，那你跟着一块走吧。13让陆可然推着杨欣欣的轮椅，准备离开这里。剩下的学生们都急哭了。如果你们就这么走掉的话，我们这些人都会死的。现在梁老师已经很虚弱了，那只怪物又被你们给放走了。一旦你们离开，他回头来嘎掉我们怎么办？如果不是你们出手干预的话，那只怪物说不定就被梁老师给干掉了。你们难道就打算这么一走了之？就算要走的话，至少也帮我们解决掉那个麻烦吧。学生们虽然忌惮13的枪，但也不愿意就这么等死。13却无动于衷。说的就好像我们不来的话，你们一定能活下去似的。欣欣，你可真厉害啊！哥哥，你是在说我吗？我哪有啊，我一直都是大家当中的拖累。如果不是可然一直保护我，我怕是早就已经死掉了。咱们俩可是好姐妹，跟我客气什么呀？是这样的吗？可是我觉得还是你更厉害一点。哥哥，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杨欣欣满脸的好奇，不明白13这么说的原因。13平静地解释道：“你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双腿无法移动，只能坐在轮椅上。但是在那头怪物的威胁之下，你竟然能够活到现在，还不够厉害吗？你可能想说是运气比较好，或者有后面这位姑娘的保护。但是1个多月的时间，那只怪物的袭击少说的有10几次吧，1次是运气，2次是运气，3次5次就有些诡异了。而你能够活到现在，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巧合。我说的对吧？”哥哥，你真的很聪明啊，怪不得可以活到现在，而且还能养活那2个笨蛋姐姐。倒也不是我多么聪明，只是从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有太多巧合的事情了。尤其是刚刚你们老师在跟怪物战斗的时候，你跟我说的是去阻止他们的战斗。如果你想要保护的是你老师，理应让我去帮他嘎掉那只怪物才对。可是你没有那么做，说明你想保护的不是你的老师，而是那只怪物。所以根据以上2条猜测，那只怪物一直都是你在养着。我猜的没错吧？哥哥，你真的很聪明呢，事情让你猜到了6、7成。不过人家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坏呀。我并不是花花的主人，也没有让他去嘎掉同学和老师，只不过他的确一直都在保护着我。陆可然听到杨欣欣称呼那怪物花花，顿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花花，它是你之前一直在喂养的流浪猫？13静静地等待杨欣欣给自己一个解释。对于那只变异的怪猫，他其实也非常感兴趣。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培养出来的感情，让我和花花的关系特别亲密，所以他才一直都没有攻击我。怪不得呀，虽然每次他来的时候都会吓我一跳，但是从来没有攻击过我们，我还以为是咱们运气好呢。13却并不接受杨欣欣的这番解释。事情恐怕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吧？他只是单纯出于感激不攻击你那么简单吗？那他去给我们带路，没有对我们发动攻击，也是出于本能哦。哥哥，你的观察力真够仔细的，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不错，花花变异之后异常的聪明，
能够听懂我的话，其实是我告诉了他会有人过来接我离开，让他不要伤害你们的。只是没想到哥哥你们这么厉害呢。那也是你让他改掉那些同学的咯。这一点倒没有，虽然他们当中有很多讨厌的家伙，可是我还没有恨他们到要嘎掉他们的地步。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死，仅仅是因为有些人过去曾经虐待过花花，以及花花需要填饱肚子。可是后来情况就变得不太一样了。哥哥你不知道，有些人多少次觉得我是累赘，想要丢下我去阻止花花，他们甚至会故意推翻我的轮椅，或者把我推出去。杨欣欣开始大笑了起来，变得很诡异。真是笑死我了，他们怎么会知道花花是不会伤害我的呢？所以我一次次都活了下来，他们心中对我的恨意也就越深，因为他们意图嘎掉我，所以我只要活着，他们就会感到强烈的不安，就会意识到自己有多么邪恶。正因为如此，他们更迫不及待的要我死了。陆可然听到这里也陷入了沉默。那段时间，他和杨欣欣出了多少事故，他是最清楚的。所以啊，后来我就觉得这些人死了才好。所以哥哥啊，后来花花一次次戏弄他们，一点点嘎掉他们，的确跟我有关系呢。你会觉得欣欣残忍吗？13看了他几秒钟，嘴角忽然露出了微笑。残忍，的确是有一点，但是他非但不厌恶，反而觉得有些欣赏。这个女孩和自己是同道中人。他们跟我又不熟，怎么做都是你的自由，我不关心。我来救你，只是出于对你姐姐的承诺，以及需要用到你计算机高手的能力罢了。杨欣欣点了点头，对此一点也不意外。说的是呢，在这种世界上，如果没有价值的人，是不可能被拯救的。放心吧，以后加入了我的团队，只要你们好好听话，认真做事，就不会再面临寒冷、饥饿与死亡的危险。这一点我可以跟你们保证。那个欣欣啊，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和那只妖猫关系那么好，它会完全服从你的命令吗？哥哥，你没有养过猫吗？猫这种动物啊，只可以当朋友，谁对它好，它就会跟谁亲近。可是想要做它主人的话，就太难了，尤其是流浪猫。这样啊，那可就有些难办了。在茫茫大雪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跟了过来。13没有看见，但是直觉告诉他，一定是那只强大的猫妖。他到底还是舍不得杨欣欣吗？如果可以驯服这只猫妖，倒是一个不错的战力，倒是可以试一试。仓库里面还有许多猫粮、小鱼干和猫条。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回到庇护所，开始给杨欣欣和陆可然分配任务。杨欣欣负责庇护所网络安全问题，陆可然则是制作枪械、武器、弹药以及炸弹。以后在这里好好工作，不会饿到你们的。就在这个时候，周可儿慌慌张张地走了过来。13，外面有一只好大的怪物，一直在外面对着屋子里喵喵叫。欣欣那只猫倒是挺喜欢你的，都追过来了。大概他信任的人类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吧，因为放心不下我，所以才跟过来的。那只猫妖跟过来的事情13早就发现了，他自己也有打算把这只猫妖给收服，当成自己手中的一件武器。走吧，我们过去看看。13看着那只巨大的妖猫，他蹲在风雪中已经很久了，不过他没有任何敌意。坐在轮椅上的杨欣欣朝他招了招手。花花，别怕，姐姐在这里。13笑眯眯的一伸手打开异空间的门扉，哗啦啦的小鱼干如同小山一般掉落下来。花花乖，吃点东西吧，外面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只要你以后做我的宠物，就包吃包住哦。花花死死盯着地上那一大堆的小鱼干，13甚至注意到他在流口水。猫就是猫，只要有食物还是很好对付的嘛。可是下一刻，事实就有些打脸了。他虽然对13拿出来的食物很眼热，可还是没有靠近。就凭这点小恩小惠，想要收服我，你未免也太小瞧本猫了。哥哥，花花是流浪猫呀，警惕心很高的。我当初也是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和他打好关系。1个多月的时间，我倒是不在意，可是我担心他去袭击徐春雷所在的村子啊。13虽然他不在意徐东村村民的死活，可是徐春雷是他很看好的小弟，万一花花惹出了祸端，以后搞僵了2个人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好的。毕竟这只猫也算是被他引过来的。他想了想，对花花说道：喂，花花，我知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食物，不过你得答应我，不可以去袭击徐东村的村民，可以吗？花花看了看13面前的一大堆食物，竟然缓缓点了点头。那好，我们就算是达成协议了。
13是了解猫这种生物的，尤其是流浪猫，最难以建立对人的信任，所以得慢慢来。反正它在异空间中的宠物零食多的是，自己又不吃，就拿来喂养它好了。不过这么大一只猫，饭量可不小，以后得找些其他食物来喂养它才行啊。13刚刚吐槽完，那只巨大猫妖竟然变成了一只普通体型大小的花猫。我操！花花它可以变换自己的形体大小吗？这样一来的话，饲养它所需要的食物都能节约许多。这不是当然的喽，13大哥，你的生物学看样子学的不是很好吗？如果它一直都是这种体型的话，天青学院那些家伙根本填不饱它的肚子。此时徐东村来了2名上面调查的人员，一群村民警惕地把他们挡在村子外面。领头人端着猎枪，冷冷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来我们徐东村是想干嘛？”我是天海军分区少尉，这次代表官方组织前来搜查和帮助雪灾中的幸存者，你们不要紧张。徐东堂的脸色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板着脸，此时就满脸堆笑地讨好起来。原来是领导来了，欢迎欢迎！村民们立刻把手中的武器给放了下来。快去准备好酒好菜，今天是上级的领导下来视察，咱们一定得招待好了。老伯，这么大的雪灾，你们村子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是怎么做到的呀？实不相瞒，我平日里就教导他们多多储备粮食，以防不时之需。因此遇到雪灾，我们的村民没有因为粮食的问题而发愁。不是我自夸，整个徐东村就没饿死过一个人。一杯酒下肚之后，谢欢欢也开始跟村长打听消息。最近一段时间，你们村子里面有没有人发生了什么古怪的变化？徐东堂闻言微微皱眉，第一时间想到了徐春雷。什么叫做古怪的变化啊？我们村子里的人可都正常的很。谢欢欢他们出来，主要的任务就是调查周边的人口集中点、资源点，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寻找觉醒者，然后带回基地。但作为军人，他的观察力还是非常敏锐的。徐东堂脸上表情的变化被他给察觉到了。就是那些身体发生变异、拥有异于常人能力的人物，我相信你们朝夕相处，如果有谁发生了变异，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你们可以提供有用的情报，组织上会对你们进行非常丰厚的奖励。我斗胆问一句，组织上找这些人是做什么的？谢欢欢心中更加确定徐东村的人有关于异人的情报，他的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对徐东堂说道：“这样的人物都是国家珍贵的人才，我们要将他们的能力利用起来，为重建家园做贡献。村长，如果你知道这种人的消息，一定要及时汇报，组织上会给你记一大功。”原来是这样啊，说的倒是好听，但是也没见到什么货真价实的好处。徐春雷可是我们徐东村最重要的宝贝，没有了他，以后村子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我才不会把他交出去呢。以后我会好好留意的，真发现有这么个人的存在，一定及时向领导汇报。可是谢欢欢的脸色却突然变了，望着徐东堂，似笑非笑地说道：“村长，你是不是对我有所隐瞒了？对组织上面不诚实，可是非常不好的行为。”没有啊，领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对组织上那是绝对忠诚的，半句假话都不可能说出口。那你身边真的没有什么艺人吗？想好了再回答，这可是组织上高度重视的事情，一旦你隐瞒情报，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徐东堂的谎话被拆穿了，脸上的笑容一时间也有些尴尬。不过很快，他的脑海当中忽然出现了一道灵感。领导，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怀疑的人，只不过那个人也不是我们徐东村的，我们不太了解，这才没敢随便说出口啊。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叫13，他就住在我们对面的云雀庄园里面。一提到13，徐东堂恨得咬牙切齿，家人死在那一晚的进攻当中，如何能够不仇恨13？而谢欢欢听到13这个名字之后，也是眼睛一亮，他所接到的那个特殊任务提到的名字就是这个。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徐东堂口中的13就是他需要去调查的人，刚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从他的口中获取关于13的情报。徐东堂为了弥补自己言语上的疏漏，把13干净利落的给卖了出去。那个13可是个魔鬼一样的人物啊，他一个人就把我们徐东村100多口子人给嘎了，我们对他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够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面吞咽。领导，现在你们来了可就太好了，你们一定得为我们做主啊。全球冰封末日求生，徐东堂把13所有情报都告诉了谢欢欢。他们离开徐东村，来到了13庇护所附近，二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刘子阳取出一块军用的战术木镜，目光望向眼前的雪面，那些埋藏在雪堆下面的陷阱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幸好提前得到了消息，要不然的话，贸然过去说不定会受伤。
我先进去了，如果我有危险就开枪，听到枪声你就过来接应我。下一刻，他就来到了13的庇护所之内。一进入庇护所，他就被那种温暖的感觉所彻底包裹。谢欢欢心中非常惊讶，这里竟然比西山基地还要温暖。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他的手里面肯定掌握着大量的物资，无论是食物还是能源，他都不会欠缺，否则的话，不可能享受着如此舒适的生活。谢欢欢嘴角扬起一抹微笑，正当他打算继续在房间里探查一番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声猫叫。谢欢欢心中陡然一惊，想到自己还不了解13这边的底细，他不敢继续冒险。但是谢欢欢也不愿意就这么离开，他决定给13留下一些什么东西，震撼一下他的内心。谢欢欢拿出一把军刀，然后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做完这些之后，他进入阴影之中，又如之前那般鬼魅的消失。有什么发现没有？收获很大，我们先回去，路上我和你慢慢说。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了很厉害的对手？虽然不清楚，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个叫13的男人绝对不简单。我的异能不擅长战斗，没有必要留在这里冒险，回去把这里的情报汇报给高层，派大部队前来才是最稳妥的。可是此时，花花的叫声把13吵醒了过来。13顿时意识到家里面出事了。花花，怎么回事？花花只是盯着外面叫唤。13跟着花花来到了客厅，很快他就发现了桌子上放着的那把黑色军刀。13的瞳孔猛地一缩，这种军刀绝对不是他的，庇护所里其他几个人身上更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到底是谁把它放在这里的呢？更可怕的是，竟然能够绕过庇护所那堪称无法攻陷的防御，悄悄来到客厅，把它放在这里。对方能够悄无声息潜入我的房子，是不是意味着哪一天也能溜进来，随时随地取走我的性命？13来到了监控室，很快屏幕上就出现了10分钟前的监控，然后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从阴影里面缓缓出来一个女人。可是13却明白事情是怎么回事了。竟然还有这样的异能！自从这个世界出现了变异体之后，越来越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不再那么离奇了。那个女人必须得死，绝对不能让她活着。花花，跟我出去，把入侵者给嘎了。13穿戴好了装备，手中拎着一把大狙，然后带着花花就出了门。花花，能闻到他们的气味吗？花花自信地嚎了一嗓子。下一刻，他的身躯急速地膨胀，变成了一只庞然大物。花花趴在13跟前，示意他坐上来。在雪地之中，他的速度可是比雪地车还要快的。而此时，那2人有说有笑地返回西山基地，都在为此行的巨大收获感到喜悦。就在这时候，13拿起 98K 对准谢欢欢的西瓜，一枪领了盒饭。在刘子阳犹豫的瞬间，又是一发子弹射了过去。13本以为这一枪就可以将那个壮硕的男人带走，那个男人的身形忽然鬼魅的变化，靠着这种鬼魅的身法，他竟然险之又险地躲开了13的子弹。该死的，到底有多少亿人？看着谢欢欢已经冰凉的昆体，刘子阳心如刀割。一起共事了那么久，他对谢欢欢其实已经产生了朦胧的感情，只不过碍于身份，他一直不敢表白罢了。可是爱人当面惨死，他的内心仍旧是悲痛欲绝。该死的13，我一定要嘎了你！但是一名士兵的纪律性却没有让他丧失理智。对方是一名极其强大的狙击手，可以从那么遥远的距离准确地击中谢欢欢的西瓜。刘子阳判断，这大概率是一种异能。我现在不能够着急，着急的人应该是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就是那个别墅的主人13。发现了我们的踪迹之后，急于嘎掉我们灭口，所以我最好的做法是在这里和他僵持，然后呼叫救援。刘子阳从身上取出设备，向西山基地发送了求救信号。正如刘子阳所想的那样，13现在急切地想要把他给干掉，但是一次狙击失误，刘子阳就躲藏了起来，不可能给到他第2次狙击的机会。而通过刘子阳刚刚的身手来判断，这又是一个近战实力强悍的战士。如果2人近身，13可没有把握能够取胜。继续耽搁下去的话，说不定对方就会把我的情报传递出去，甚至有可能喊来援军。我该怎么办？联系徐春雷过来吗？还是算了吧，他没有交通工具，等他到这里天都亮了。这个时候，13的眼睛看着地上的花花，心中有了主意。花花，你去把那个人逼出来，然后我用狙击枪远程支援你。花花听懂13的意思，顿时有些不满。哼，我过去也会有危险，你这是拿我当肉盾啊？没事，你皮糙肉厚的，他伤害不了你，只要你让他暴露位置，我保证一下子就干掉他。听话，回去之后奖励你100条小鱼干。行吧，看在小鱼干的份上。
花花他就朝着刘子阳躲藏的方向跑了过去，但是很快，他的身躯就在雪地中滚了起来，变成一个巨大的黑色球，轰隆隆朝着刘子阳的位置碾压过去。刘子阳本来还打算依托地形跟13打持久战，然后等待援军过来，可是耳朵里忽然传来巨大的轰鸣声。这是什么东西？只见到一个巨大无比的黑球朝着他狠狠砸过来，这玩意超乎他的想象，说时迟那时快，刘子阳低着身子躲避了花花的撞击。刘子阳拿枪开始射击，然而普通的子弹对花花的伤害并不大。花花瞬移过来，一巴掌把他拍飞。远处的13架着狙一直都在等他，他一露头，13就开枪，一枪把他领了盒饭。来到现场的时候，花花已经变回了正常的大小，蹲在那个女人的身上，眼巴巴地望着13。花花张着嘴，毕竟对他而言，变身也是需要消耗巨大能量的。先吃点小鱼干吧，回去再奖励你。全球冰封末日求生，13干掉那2名艺人后，并且发现自己拥有了夺舍艺人的能力。13蹲下身体，右手刚刚接触他，并成功夺舍了谢欢欢的能力。原来艺人的能力还可以夺舍的吗？那我岂不是无敌了？13又来到了刘子阳的身旁，准备夺舍他的异能，触碰他的身体后并没有夺舍成功。他不也是艺人吗？为什么我接触他的时候没有那种感觉？13把2个人的坤体都收进了异空间。13和花花回到家中，周可儿他们4人也被花花的叫声给吵醒了。起床之后发现13不在，便来到大厅等他回来。你们没有睡着正好，刚好我有点事情要吩咐给你们去做。有什么事情要我们帮忙的？13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简单的给几个人说了一遍，听到有人竟然能够穿过坚固的庇护所墙壁，他们的脸上也露出了担忧的神色。好在后来13告诉他们，人已经被他给解决掉了。可是同时出现了2名艺人，说明他们一定是有组织的，解决掉他们之后很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扑。这一点你们用不着担心，这座庇护所非常坚固，即便是战争时期都可以挡得住炮火的齐射，更别说现在到处都是积雪，大型火器根本无法使用。我不计后果的干掉那个能够穿墙的女艺人，就是为了杜绝各种庇护所被攻破的可能性。4个女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们4个人并没有战斗的能力，全是靠着13的保护，才让他们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谁都不希望这样的生活被打破，所以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对13的依赖性也愈发的重了。接下来我要给你们布置任务了，可然，这段时间需要你来制造大量的引爆式炸弹，布置在房屋的周围。大哥你放心，武器这方面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星星，你负责帮我查询他们的资料，越多越好，我想知道关于对方组织的事情。13大哥，就交给我吧。13说完，又把谢欢欢和刘子阳的坤体取了出来。可儿，这2具坤体你拿去做个切片检查一下，难得可以找到2具艺人的坤体，看看能不能从他们的身上找到关于艺人的秘密。好的，13哥哥。几个人分工完毕，只有杨幂什么任务都没有领到，眼巴巴地望着13说道：13，那我呢？我也希望能够为大家做点事情。周围的人个个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天才，只有他是个花架子。杨幂心中的自傲当然不允许这样。那你给可儿打打下手吧，还有家务的事情也交给你了。第二天13起床，就见到周可儿与杨欣欣在客厅里面等他，看到13过来了，2人急忙向他汇报自己的所得。哥哥，欣欣发现了很重要的情报呢。13走过去，杨欣欣的手中拿着电脑，他便先问杨欣欣有什么收获。杨欣欣把电脑转向他。通过对这2个人的分析，我查到他们是来自一个叫西山避难所的组织，那个地方非常庞大，而且有着数千人存活。西山组织的等级结构十分森严，还有着数百人的武装力量，并且在这些人里面还有着一支名为 S 特战队的强大队伍，似乎里面都是特种兵和艺人。13查看着他破回来的情报，内心的震撼也是一波接着一波，事情跟他所想的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样的话就有的打了。13得知完这边的情报后，便对周可儿问道：可儿，你这边有什么收获？通过对这2个人的坤体进行研究，我发现他们的细胞都产生了异变，细胞活性是普通人的数10倍，而且糖原反应所产生的能量也会以不寻常的方式释放出来，尤其是脑细胞的反应最为显著，这可能说明异能的主要来源是脑部。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发现。到目前为止，人体变异都是受到伽马射线的影响，
所产生的自然变异，但是这部分群体是有限的，而且变异所产生的影响未必是正向的，即便是获得了异能，也未必是有用的。要是有人能够研究通透异人的变异原理，或者通过细胞移植的手段，说不定能够人造出异人来。13对这个说法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按照你的说法，那以后岂不是全世界都是异人？的确是有这种可能性，只不过概率不大。以目前的医学与生物学手段，怕是还达不到完美复刻天然异人的程度。毕竟人类连克隆人都无法完美做到呢。那不就得了？但是如果是用一些激进的手段，就有可能产生，怎么说呢，就是很古怪的效果。怎么个奇怪法呢？那个变异女，她的细胞变异很自然，整体都发生了变化。可是那个男人，他的细胞变异只发生在局部，而且还有大量细胞是恶性变异，导致坏死，甚至会伤害到他的身体。而且这种损害，每次随着他使用变异的能力都会加剧。所以我怀疑，他很有可能是人造出来的异人，目前来看还只是残次品罢了。人造异人，这也行。不过这样来看的话，一些问题就解释得通了。看样子也就是比普通人强大一些，而且上线已经锁死了。这么说来的话，西山组织那个所谓的有着大量异人的 X 特战队，大部分也都是这种货色。13给这种异人做了非常明确的定义，他对于西山基地的实力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信心也就愈发的充足。对方并没有成建制的强大武装部队，现在13对于防御他们的进攻有了底。而此时，西山基地接收到了特战队员刘子阳发来的求救信息，耿一林看到之后，也是深深皱起了眉头。刘子阳和谢欢欢他们两个人怎么了？我们在5分钟前接到他们的求救信号，目前已经确定了消息传来的方位，要不要派人过去调查一下？那你就派几个人过去查查吧。不过不要派特战队的队长级战力过去，在不了解那边发生的情况之前，珍贵的战斗力是不容浪费的。好，我这就去安排人手去调查。全球冰封末日求生，西山基地安排了一支30人的特战队，准备出发攻打13的庇护所。这次带队的2人虽然不是天生异人，可也是训练有素的强大战士，一个名叫沈红，另一个名叫于浪。他们来到了13庇护所的附近，忽然一名士兵的脚底踩到了什么东西，他反应迅速的抬起脚，看清楚底下的东西时，却忍不住笑了起来。都什么年代了，竟然还有这种陷阱！看样子这次要面对的敌人并没有很高的战斗素养。小心行事，毕竟对方打败了我们2位战士。士兵们继续前进，又有人踩到了钉子，他们穿的又是特种部队专用的军靴，防穿刺能力极强，根本伤不到脚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士兵前进的时候，腿部忽然碰到了一股轻微的阻力，雪地中埋藏的钢丝被触碰，一颗手雷的拉环随即被扯了下来，瞬间爆炸，当场领了盒饭。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末世之后，这些老战友之前的关系愈发的亲近，都是过命的兄弟，看到兄弟死在眼前，他们如何能够不恨？该死的杂碎！有人咬着牙，同时手持步枪，怒视着前方的101别墅，朝着庇护所开始扫射。但是那子弹打在墙上、玻璃上，竟然像玩具枪的子弹一样，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甚至玻璃上连一个白点都没有出现。13听到手雷炸响的声音，他顿时意识到是西山组织的人过来了。终于有像样的对手出现了，这样也挺好的。如果不是需要面对这种职业军人，我要这么高级的庇护所岂不是浪费？13回头看了一眼有些紧张的周可儿与杨幂，微笑着说道：如果你们害怕的话，可以先去地下室待着。大风大浪我们都一起过来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有13在，他就什么都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不会打没有准备的仗。13，我们现在是一体的，无论什么样的危险都要一起面对。危险？你们是不是太过夸张了？单单是这些人的话，还不够资格。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些人的身上都没有携带重火力，只有一些步枪或者手雷，根本不需要他亲自上场。光是凭借这庇护所的防御力，他们打上1年都打不破。此时，外面救援队的人也发现了不对劲。这是什么房子？怎么感觉像是一座堡垒啊？我们射击了那么久，别说打破门窗了，就连玻璃也没有碎一块。一群士兵如临大敌，他们知道自己这一回遇到硬茬子了。沈红与于浪对视了一眼，沈红说道：这一回的对手很不简单，我现在完全可以确信，这里面的人有能力擒获，甚至卡掉谢欢欢和刘子阳2人。那不正好吗？咱们来是干嘛的？不就是过来救人的？组织上派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而且嘎了我们的兄弟，一定要让他们偿命。沈红下令，让所有人停止无意义的射击，小心周围还有其他的陷阱，先把陷阱排除掉再说。
一群士兵闻言，当即戴上了战术目镜，开始排雷。但是可惜的是，能够找得到，但是未必就能排得掉。当他们发现那颗地雷的时候，13就按响了手中的遥控器，瞬间爆炸，一群士兵当场领了盒饭。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我们部队里面才有的东西？他恨啊！他们这些士兵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如果信息情报充分，没有一个人会死得这么憋屈。我们对这个敌人一点也不了解，更没有携带先进的武器和排爆设备，不如先向基地报告，然后申请支援吧。于浪非常理智，他已经察觉到这次单凭他们可能无法成功完成任务，可沈红却想都没想就驳回了他的意见。绝对不行，我们自己就是过来救援的队伍，如果还要向基地申请支援，那不是丢人丢到家了吗？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继续进攻，我就不相信这座别墅真的就没有弱点。沈红，你可不要意气用事啊！我没有意气用事，我们对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情报，我们不打，接下来其他兄弟也要打，这一回就让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获取一些关于这座别墅的情报再说。于浪听到沈红这么说，顿时就不讲话了，因为他意识到沈红已经把这次战斗当作是一场战争了，他给予了对手充分的肯定。沈红当即让所有人散开，从各个角度对这栋巨大的别墅进行搜索，目的就是要获取完整的关于别墅的情报。要是能够找到弱点所在，那就更好不过。不过是一个乌龟壳而已，只要我们能够突破进去，一定把里面的杂碎给狠狠弄死。杨幂看到这一幕，有些担忧地对13说道：“他们这么做，会不会真的找到我们这里的漏洞啊？”这栋庇护所我刚来的时候就仔细检查过一遍了，而且每隔3天都要例行检查，不存在外部的漏洞。可是被人这样肆无忌惮的搜查，还是感觉心里面怕怕的，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可以主动攻击就好了，对吧？的确是有这个意思。想要进攻他们其实很简单，不过我这个人更喜欢打防守反击战罢了。不用着急，先看看他们有什么进攻的手段。13之所以不着急反击，是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一支先头部队，火力并没有多么强悍。那些士兵调查了一番之后，却没有发现任何能够突破的地方。一群人总结了一番，得到结论，这就是一个防御力惊人的铁王八，所使用的材料不输一座现代战争的堡垒。队长要说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任何的攻击手段，这算是一件幸事了，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座单纯为了防御而打造的末世生存庇护所。带队的沈红听完了这些之后，皱着眉头思虑了一番。所以他们才会在路上摆放那么多陷阱，如今陷阱已经被拆除了，他们只有挨打的份，这下子就好办了。我们采用爆破的方式，把这个房子炸开一个角，然后冲进去干掉他们。就是不知道得需要多少炸药才足够。哪怕是战场上的堡垒，炸药的当量足够也可以炸得开。这种私人打造的庇护所，难道还能比堡垒更坚固吗？集中火力进攻一点，一定可以做到。全球冰封末日求生，西山基地救援队决定采用爆破的方式炸开13的庇护所。30个人，人手一个定时炸弹，全部安装到了13庇护所的墙壁上，瞬间爆炸，那墙壁却毫发无损。一名士兵瞪大了眼睛，无法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怎么会这样？竟然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吗？好坚固的庇护所！于浪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他看到被炸出来的庇护所下层数米处也全都是这种漆黑坚硬的材料。我操！也就是说，我们正面强攻根本无法攻进去，甚至想要挖地道都不行吗？单靠我们手中的武器怕是行不通了，请求支援，让大队长他们带着爆破队来。再坚硬的碉堡也是可以被摧毁的，只要火力足够。他们作为救援队，准备并不充分，无法攻破庇护所情有可原。但是沈红相信，西山基地有这个底蕴攻陷这座庇护所。爆破不行的话，也许可以让我来试一试。现在他们几乎放弃了强攻的打算，但是必须获取到足够的情报，才能为后续的部队铺路。这时候，于浪拿出来一把漆黑沉重的重型狙击枪，沈红忍不住对于浪说道：“你想用它破开这座庇护所吗？”不错，我的这把重狙可是能够一发摧毁战车的，即便是防弹玻璃，但是能不能挡得住我这一枪呢？于浪瞄准了庇护所的玻璃，一声巨大的枪声响起，竟然在坚固无比的防弹玻璃上留下了一条白色的划痕。与此同时，13也看到了这一幕，瞬间猜到对方使用了什么武器，深吸了一口气。太可怕了，这防弹玻璃也只有80厘米的厚度，竟然被他留下了一条划痕，万一他射个几10万发子弹，把玻璃打裂了怎么办？一枪过后，于浪看着那纹丝未动的防弹玻璃陷入了沉默。这什么破庇护所，怎么就没有弱点啊？虽然知道这一枪打不碎那防弹玻璃，可眼前的现实太过残酷，让于浪忍不住爆了粗口。沈红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这庇护所的防御力怕是比我们西山基地还要恐怖，光靠咱们手里面这些武器根本打不破，还是向上级汇报这个消息吧。这群救援队的士兵对眼前的庇护所彻底绝望，他们发誓这是他们这辈子遇到最无语的攻势。撤，这件事还是要从长计议。与此同时，13来到了庇护所2楼的阳台，拿着 98K 准备反击。撤退的救援队发现了13开门的动静。队长，2楼的门打开了。来得正好，这回可是你自己找死了，给我射击！他立刻举枪瞄准13，20多人齐刷刷的举枪，子弹形成巨大的弹幕射向13。13打开异空间之门，把所有扫射过来的子弹全部吸入其中。13拿起 98K 开始反击，瞄准了一个特种兵的西瓜，一枪爆头，当场领了盒饭。片刻之后，6个人就死在了13的枪下。终于有士兵发现了不对劲，多对，为什么打不死他？沈红瞳孔猛地一缩，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还是一人。于浪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难道说他能够免疫我们的攻击吗？一人本身就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存在，而由于每个人的变异又不尽相同，其他人更是没有条件进行参考。对于13能力的未知，带给了他们巨大的恐慌。沈红大声地下令，让士兵们赶紧撤退。快撤退！这个人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太可怕了，必须得让特战队的队长级人物过来才有可能打败他。而且对方又有这种强悍的攻势，怕是1名队长级前来都不够。13发现了沈红和于浪这2个领队模样的人物，他调转了枪口，对准他们，一枪朝着沈红的西瓜射了过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令13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出现了，沈红的身躯忽然模糊起来，然后险之又险地躲过了13射出去的子弹。又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异人吗？竟然连异能都如此相像。13又把枪口对准于浪，发现此人的反应也和沈红一般无二。我靠，牛逼！他们的异能都是差不多的，难道说真的可以后天用药物制造出异人？还是说他们的能力是从某一个人身上复制来的？13心中不由感慨生物学的奇迹，可是该嘎的人还是要嘎的。他们2个人拥有异能，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然而这一次，13突然之间改变了主意。他看到那些士兵已经丢下阵亡的同僚昆体，一个个躲藏了起来。13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微笑，他射向1名没来得及隐蔽的士兵。这一次不是瞄准他的西瓜，而是瞄准他的右腿。他痛苦地大喊一声，倒在地上，又用同样的手法把另一个没来得及隐蔽的士兵打倒。2个人倒在雪地里，发出痛苦的哀嚎。战友们看到兄弟的惨状，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恨不得立刻冲出去救他们。他们可以忍痛丢下战死兄弟的昆体，但是让他们对朝夕相处的兄弟见死不救，他们做不到啊！全球冰封，末日求生。西山基地发现了13的秘密，葛柔不敢怠慢，赶紧把这则消息上报给了陈希年。当陈希年看完了这份报告之后，从他的脸上并不能看到任何表情，可是他来来回回将报告看了3遍。领袖，沈红和于浪行动不利，辜负了领袖和组织上对他们的期望，我认为应该严惩，以示警告。遇到了棘手的敌人，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们。如今是用人之际，这件事情以后再说。不过我倒是对于那个神秘的庇护所以及它的主人十分的好奇，有关于这方面的情报吗？根据沈红和于浪的汇报，发现那个庇护所的位置在陆江边上的云雀庄园，再结合之前我们收到的情报，所以我认为嫌疑最大的就是那个叫13的男人。至于这座庇护所，我也查出来了，它是10年前罗毅建造的，当初没有什么人在意它。可是根据我们的工程师推测，这座庇护所的防御力恐怕不弱于我们西山基地。13是谁？他每天都要处理许多事务，自然记不得这么普通的人名。就是当初那个疑似掌握沃尔玛仓库失窃物资的男人，就是那个小小的仓库主管。说到这里，陈希年才有了一些印象。是他。如果这么说起来的话，事情好像就合理了。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1没学历，2没背景，竟然靠着变异拥有了异能，现在成了一个大麻烦。这小子可真够走运的。陈希年思索了一番后，忽然之间，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觉醒者，遇到谢欢欢和刘子阳，应该选择讨好，或者是逃避，甚至祈求能够加入我们西山基地。毕竟在外界缺少物资的情况下，一个人根本难以生存下去的。可是他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不惜冒着得罪西山基地的风险，也要把谢欢欢和刘子阳嘎掉。这就只能说明他有绝对不能被人发现的秘密，这个秘密却有可能被谢欢欢与刘子阳2人发现了。陈希年的眸中闪过一抹金芒，他突然又想到了什么。末世当中最大的秘密还能是什么？只有物资。也就是说，沃尔玛丢失的那庞大的物资，其实就是在他的手里，被他用特殊的异能给藏起来了。陈希年通过分析得到的情报，得出了13手中掌握着沃尔玛上百亿物资的消息。一时间，他整个人兴奋得不得了。一定是这样，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他的所有行为。既然如此，我们就一定得把这个13给拿下才行。旁边的葛柔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大为吃惊，同时欣喜地说道：恭喜领袖，又为我们西山基地找到了一大批物资。陈希年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功劳自然是要记在他的头上。如今我们基地的物资日渐减少，尤其是食物和能源这方面，一直处于净支出的状态，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可是如果能够得到那个世界第一仓库的物资，我们起码可以维持10年物资充沛的生活。把林峰给我叫过来。没过多久，S 特战队的队长林峰就来到了陈希年的办公室中。陈希年只告诉了林峰，要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攻破13的那座庇护所，然后活捉13。只要你能够打下那座庇护所，基地里面所有的资源你都可以申请调用。是，保证完成任务。林峰表情坚毅的如同一块黑铁，仿佛没有他完不成的任务。葛柔好心的提醒道：据说那座庇护所可是花费了10亿美金打造，坚固无比。如果你想要攻破那里的话，我会让基地里的工程师和爆破专家帮你。我们基地里面最不缺少的就是武器。林峰点了点头。林峰离开了陈希年的办公室，然后积极的去作战前准备。他命令沈红和于浪等人就近驻扎下来，然后对庇护所周围进行详细的调查，为大部队的到来铺路。至于驻扎的地点，毫不意外的定在了徐家镇，那里食物充足，而且有居住的环境，又距离13的庇护所非常近。而接下来，他又把队长级的一人召集了起来，让他们时刻待命，做好战斗的准备。我们这一次要面对的对手也是一人，而且根据情报来看，他的实力非常强悍。谢欢欢和刘子阳都折在他手里了，沈红等人也被他干掉了10几个，我们不能大意。角落里，梁月听着林峰的作战部署，心念忽然一动。13不就是之前闯入天青学院带走杨欣欣的那个人吗？因为这个该死的西山基地，梁月他是一刻也不想多待了。可是进来容易，出去的话就很困难了。出去之后还得找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梁月的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或许可以联系13，请求他帮助自己。毕竟杨欣欣是梁月的学生，梁月认为自己保护了杨欣欣那么久，靠着这一层关系，有和13谈的途径。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主动对林峰说道：大队长，这一次我希望能够跟随队伍一起出去行动。出去的话可不是儿戏，要面临生死的，而且外界的环境也没有基地舒适，你可要想好，真的做好准备了吗？我刚刚来到基地，并没有立过任何功劳，却享受着基地里较高的待遇，所以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证明自己。那好，这次行动就带你一起前去。郑雪荣、石大勇，你们俩也一并前往。是，大队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两个人目光炽热，他们迫切的希望能够过去，把13的堡垒给摧毁，然后为谢欢欢与刘子阳报仇。暂时不要着急，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堡垒，沈红和于浪已经尝试过了，用普通的炸药和重狙都很难留下痕迹。我让沈红他们先收集情报，然后再请工程师与爆破专家进行测算，一定要准备充分再出发。而另一边，沈红得到了林峰命令之后，当即带队前往徐家镇去了。10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出现，顿时引起了整个徐家镇的关注。而徐东堂却是不慌不忙，以徐家镇镇长的身份跑过去迎接。各位，请问你们是从西山基地来的吗？我们是过来执行任务的，现在要在你们这里暂住一段时间。非常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徐东村，是我们徐东村的荣幸。当徐春雷见到那10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进村，周边还是他亲爱的村民宗族，他的心脏感觉都扭曲了起来。徐春雷一脸痛苦地跪在了地上。千老爷啊，你们这不是找死吗？为什么要把这些祸害引过来？徐春雷不能理解徐东堂对于编制的渴望，他只知道这些人的出现会给徐东村带来巨大的灾祸。一旦被13发现，我们招待西山基地的士兵以13的行事风格，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徐春雷犹豫了再三，最终还是做出了最聪明的决定，联络13，哪怕是日后清算，他也能保住一条小命。不一会儿，电话接通了。老大，出事了。庇护所里，13眉头微微一皱，看样子肯定跟西山基地有关。他们既然能够找到自己的庇护所，肯定没有理由放过徐家镇这么明显的一个目标。是不是西山基地的人找到你们那里去了？老大，你真是聪明，刚刚有一队士兵来到了我们村子里。徐春雷，你可千万得小心，这些人不是官方组织，整个天海市都已经被势力分割了，所以他们不受道德法律的约束。你要小心他们劫掠你们村子里的粮食，更要小心你自己的性命。徐春雷吞了口唾沫，心里面也是怕怕的。老大，你放心，如果我想跑的话，他们没那么容易抓住我。现在他们成了我们这里的贵客，
家家户户都在热情招待他们呢，我说什么话都不会有人听的。那就别管他们，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只要保护好自己和你身边重要的人就好。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我拿你可是当兄弟看待的，对你一直也很器重。可是如果你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你知道下场。徐春雷是个怂人，胆子很小，以至于他自己都不清楚他的实力有多强大。13好不容易收了这么一个小弟，不希望他就这么叛变，那样的话他就不得不将其手刃。徐春雷连忙说道：老大，你放心，我的心一直都是向着你的啊。那就好。13本想告诉他尽快来到庇护所算了，省得在外面有危险，可是话到嘴边，他忽然灵光一闪，改变了主意。徐春雷，你就暂时留在村子里吧，我需要一个人帮我打探消息，好让我随时掌握那些人的动向。我见到这种事情我做不来啊，老大，那些士兵一个个杀气腾腾的，看到他们我就害怕。13对徐春雷有些无语，明明拥有那么强悍的战斗力，只要徐春雷愿意打掉那些普通士兵简直轻而易举，可是他却那么怂。放心好了，我不需要你跟他们发生正面冲突，你只要悄悄地帮我打探他们的消息即可，事成之后我不会少给你奖励。这样啊，那就好，只要老大你不让我去干家，啥都好说。老大，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全球冰封末日求生，徐春雷靠着艺人的身份一下子就打听到了消息，然后把所有得到的消息都告诉了13。我知道了，多谢你的情报。不过徐春雷，你真的不考虑加入他们西山基地吗？选择跟着我可未必就是最好的路。13略带玩味地对徐春雷说道。徐春雷却坦然地笑了笑。老大，我相信自己的直觉。虽然他和13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徐春雷能感觉到13跟他相处的时候，起码对他还是比较坦诚的，起码比那个底细不明的西山基地靠谱得多。你不会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的，徐春雷。如果有一天徐春雷背叛了13并不会感觉到惊讶，可是如果徐春雷选择相信13，忠诚于13的话，那13一定不会亏待他。好，那你继续观察，你现在的情报对我很重要，任何风吹草动都别忘记向我汇报。好的，老大。13挂断了电话，根据目前得到的情报，也开始思维风暴，琢磨着应对的手段。爆破的确是他们目前对付我最好的手段了。我相信西山基地肯定储藏有大量的炸药，炸平10个庇护所都不成问题。但是以现在的条件，爆破的任务还是需要人来执行，那他们就必须靠近庇护所布置炸药。这样的话，我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了。毕竟这里是我的主场。13思索了片刻，立刻做出了决定。他把庇护所里的女人们都喊了过来，告诉他们目前的情况。西山基地那边很快就会过来袭击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暂时放弃地面之上2层的建筑，全员搬到地下。几个女人听到这个消息，神情不免也是变得有些紧张。不过你们也用不着担心，一切有我在呢。放心好了，对于西山基地的实力，我心里面有数，他们威胁不到我们的安全。通过目前获取到的大量信息，让13对于西山基地有了大概的判断。13心中已经想好了应对的手段，他又对陆可然说道：可然，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13大哥，你想问什么？是这么回事，我想问一下，西山基地如果想要对我们庇护所实施爆破的话，通常都是用什么方式？爆破建筑物的话，一般的方式就是利用 TNT 炸药搭配雷管使用。国内对老旧建筑物进行拆除的时候，都是使用这种方式。我们的庇护所建造的极为坚固，他们想要突破，只能够用这种手段了。那你估算一下，要把我们的庇护所炸开一个口子，大概要使用多少炸药？根据我们庇护所的建筑材料和墙体厚度推算的话，大概需要300到800公斤的炸药，不过没有具体测量过，我只能够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我操！也就是说，大概需要500公斤左右的量，这么大的分量，他们运输过来的目标一定非常明显。你说，如果我在半路利用狙击的方式去引爆，可行不可行？13希望能够通过根源来阻止对方的爆破行为，可陆可然听到13的想法之后，立刻摇了摇头说道：13大哥，我劝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为什么？ TNT 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炸药，用子弹射击或者用火燃烧都无法引爆，必须通过雷管来引爆。13听到这里，顿时放弃了狙击引爆的打算。原来是这样啊，看来只能够老老实实在家里进行防守反击了，只好用第2套计划了。13趁着西山基地的大部队还没有来之前，他在周围布置了大量炸弹和陷阱，哪怕对方知道他有陷阱，可试图靠近的话，就不得不经过炸弹覆盖的范围，他随时可以通过引爆器进行引爆。2天之后，林峰带着队伍准备朝着徐家镇出发。这一次行动，他带上了50名一队的成员，
其中12人都是改造的艺人，算上他，还有4名实力强大的队长级艺人，成员都是百里挑一的精锐。雪地车上载着2个沉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着大量的炸药。由此可见，西山基地这一次为了对付13，准备的炸药多有分量。很快，他们到达了徐家镇的徐东村，而沈红等人则是早就在村子外面等着他们到来了。大队长，你们终于来了，兄弟们辛苦了。可沈红等人听到林峰的话，却是一脸赧然。这一次，他们作为救援队出动，非但没有救到人，反而是损兵折将，哪有脸谈什么辛苦？那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我们过去对他的判断有误，不清楚他的实力，所以你们用不着太过自责。不过嘎了我兄弟的人，我一定不会让他有好下场。这一回我们来了，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当然，这是他的报应。林峰和沈红聊天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旁边那个徐春雷。林峰一脸好奇，指着徐春雷问道：“他又是谁？”大队长，这位是我找到的一位艺人，他叫徐春雷，有操纵风雪的能力，潜力无穷啊！一听说徐春雷是艺人，林峰等人都不禁多看了他几眼。梁月第一眼就认出了他，当初他们在天青学院见过，不过梁月却没有拆穿他的身份，因为此时他也并非是站在西山基地那边的。你是艺人对吧？不错不错，等到我们行动结束，我会把你的事情汇报给基地的，到时候说不定能给你争取一个加入我们基地的资格。林峰对徐春雷并没有过多上心，毕竟现如今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对付13上面，所以简单寒暄了2句之后，林峰就带着众人一起去开作战会议。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攻陷这座坚固的庇护所。根据我们工程师的仔细计算，炸开那座庇护所所需要的 TNT 当量是500公斤，我们这次准备了1000公斤，所以有2次动手的机会。林峰摊了摊手，一脸轻松地对众人说道：“如果这2次行动都失败了，我们的基地依旧储存着大量的炸药，所以我们没有失败的可能，不过是执行任务次数的多少罢了。”梁月听到这番话微微皱眉，他在担心杨欣欣和陆可然的安危，毕竟他的那2个学生此时就在13的庇护所里。